离婚，却突然拥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我警告你，那100万你今天必须还清，否则我弄死你。豪哥，我想跟你说件事。有话就说，有屁就放。10分钟后，天海集团老总会来找你谈合作，需要你投资1000万，否则你将会血本无归。你小子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天海集团老总陈百强那可是超级富商，怎么可能找我合作？豪哥，你要不信，咱们就打个赌，就赌30万。如果我输了，那我就多欠你30万，你敢不敢？萧天豪愣了一下，随后冷笑道：“这可是你说的，说了可别想赖账，不然老子剁了你。”一言为定。萧天豪嘿嘿一笑，看来那小子还真是脑子进水了，非要白送我30万。他正想打电话找我要钱，这时女秘书走了进来。萧总，天海集团老总陈百强来了，说是想跟您谈一个合作。巧合，这一定是巧合。带他来接待室吧。陈总，今天这是什么风？怎么把你给吹来了？萧总，我这次来是有个合作项目想跟你谈谈。我们天海集团准备开发一片商业城，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萧天豪内心一惊，这个项目需要我投多少钱？1000万入股，给你10%股份，或者每个月给你30万的利息。一听这话，萧天豪瞬间就心动了。可是他猛然想到我的那番话，立刻又陷入了犹豫。见鬼了，居然让那小子全给说中了。陈总，你也知道我这小家小业的，哪来那么多钱投资啊？萧总，你可真爱说笑！你们贷款公司在咱们龙州可是行业翘楚，这点钱还不是9牛1毛吗？陈总，真不瞒你说，我公司的钱大部分都借出去了，要不你……然而还没等萧天豪说完，陈百强已经不耐烦地起身了。散了，既然你没兴趣，那我也不强求。看着对方离去的身影，萧天豪只感觉心在滴血。这么大的单子，特么就这么错过了。可是那小子又是怎么知道的？这也太邪门了。想到这，他掏出手机拨通了我的电话。陈百强真的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不然老子亏大了。豪哥，今天晚上多看新闻，你自然就知道真相了。萧天豪沉思了片刻，刘秘书，给我盯紧天海集团的动向，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赶紧告诉我。到了晚上，走在街道上的我就好像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好好的一个家，就让自己这么给弄丢了。想到自己前世对妻女干的那些混账事情，我甩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老婆，彤彤，你们等着吧，我一定会干出一番事业，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这时，萧天豪的电话打了过来。兄弟，你真这么神了？刚刚出来的新闻，天海集团要倒闭了，他们的老总陈百强因为涉嫌诈骗，现在卷走了数十亿巨款，逃到了海外。萧天豪兴奋地说个不停。今天如果不是我的提醒，他怕是要血本无归了。豪哥，咱们之前说的30万，你看能不能先给我打来？我急用。没问题，我现在就给你打过去。萧天豪的回答让我有些意外，我还以为他可能会赖账，没想到居然这么爽快。你小子算是救了我一命，不然这1000万投进去，老子怕是要跳楼了。至于你欠下的那些钱，利息就不要了，本金的话，你什么时候方便就什么时候还吧。那就谢谢豪哥了。不用跟我客气，我有些好奇，你这些内幕消息是从哪搞来的？太他妈牛了！豪哥，说出来你也不信，这些都是我算卦算出来的。萧天豪听完哈哈一笑，你小子真爱开玩笑。行，以后在龙州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找我。挂断电话没一会，我就收到了30万的到账信息。第二天，我来到了证券交易所，看了一眼天海集团的股票，果然是一片惨淡。许多持有天海集团股票的股民都在骂骂咧咧。你好，帮我开个户，然后买入30万天海集团股份。话音刚落，周围的股民全都像傻子一样看着我，就连前台工作人员都以为自己听错了。先生，您确定吗？确定，帮我买入吧。兄弟，你疯了吧？现在天海集团面临倒闭，董事长都卷钱跑去了海外，你还敢买这只死股？就是，现在多少人被坑的跳楼了，你居然还主动陷进去，脑子没事吧你？几个股民对着我就是一阵嘲笑，我却懒得理会他们。办理完后，我来到了门口，拨通了萧天豪的电话。兄弟，这么快就有钱还我了吗？萧天豪开起了玩笑，而我却是一脸认真道：豪哥，想不想赚他一笔？一听这话，萧天豪也认真起来。你说你现在能动用多少资金？萧天豪愣了一下，大概300多万吧。实际上他现在最少能动用700-800万，但摸不清我的意图，所以有所隐瞒。好，你现在全部买入天海集团股份，3天后有惊喜。啥？天海集团股份？兄弟，是你疯了还是老子听错了？机会就一次，现在不买就来不及了。别说我没给你机会，自己把握。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萧天豪在龙州人脉极广，我需要借助他的人脉迅速崛起。这次给他一个赚钱的机会，就看他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萧总，你有心事呀？刘秘书，我现在要是买入天海集团的股份，你会不会骂我是个傻子？这不是傻子，是智障，是脑袋进水了。意识到自己说错话的柳秘书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没事，你接着说。萧总，您别开玩笑了，现在哪怕是小孩子都知道天海集团已经凉了，谁会蠢到这个时候买入他的股份呀？萧天豪听完白了对方一眼。你现在去财务那边支300万出来，全部买入天海集团股份。什么？
一听这话，柳秘书直接愣住了。3天后，证券交易所内正在播报新闻。就在刚刚，本市的龙头企业盛世集团斥资100亿，已经全面收购了天海集团所有产业。一瞬间，天海集团股份开启了飙升模式。沃尼玛，已经涨停了！怎么不早说？老子把股份全都抛售了。他们肠子都悔青了，盛世集团居然收购了天海集团，这尼玛谁能想到啊？前几天那小子买入天海集团股份，咱们还嘲笑人家，没想到他才是真正的大神了。而另一边，我刚回家就接到了萧天豪的电话。豪哥，这么晚了还没睡吗？随着我话音落下，电话里传来萧天豪激动的大嗓门：别叫我豪哥，叫我小豪就行。你才是我哥，亲哥啊！哥，你太他妈神了吧！天海集团已经被盛世集团收购了，股份已经涨疯了。随即，萧天豪一阵哈哈大笑。哥，就在刚才，盛世集团的人还联系我了，说要花800万购买我手里那300万的天海集团股份。萧天豪那激动的大嗓门差点没把我手机给震碎了。然后呢？你同意卖掉了吗？那肯定啊，净赚了500万呢，这么大的好事，我怎么能放过？协议都签了，哥，你也赶紧出手吧。我叹了一口气，根据我的预知能力，这只股票会大哥。哥，你总算来了，那位大人物已经在里面恭候多时了。此时的萧天豪哪有江湖大哥的样子，完全就是小弟模样，满脸恭敬地看着我。你说介绍给我认识的那个大人物到底是谁呀？萧天豪得意的一笑。咱们龙州珠宝企业万鼎集团的长公主韩雅轩小姐。我心中一怔，万鼎集团在龙州可是真正的龙头企业，资产过100亿的超级集团。走吧，咱们进去。来到包厢内，一个相貌柔美、气质绝佳的女子正和旁边的男子聊天。看到我们2人进屋，她只是抬头看了一眼，便没有再理会。萧天豪尴尬地笑了笑：“韩小姐，没打扰到你吧？”“没打扰，你们坐吧。”女子笑着回应了一句，然后目光落在了我身上。“这位就是萧总口中的那个高人吧？你好，我叫韩雅轩，久仰大名。”“你好，我叫苦18，韩小姐过奖了。”“没错，这就是我那位兄弟，神得很。要不是他，我差点就被陈百强给骗了。还有天海集团的股票也是他带着我买的，厉害吧？”萧天豪一脸自豪地介绍起我来，听得我都一阵脸红。苦18是吧？天海集团陈百强跑路的消息，连警方都被瞒过了。请问你是怎么知道的？还有盛世集团收购天海集团，本身也是内部机密。我很好奇，你是从哪得到的消息？萧天豪急忙给我介绍：“哥，这位是咱们龙州奉天酒业集团老总奉天阳。”此时我内心也很是惊讶，眼前这2位的确都是大人物，换做前世，我完全没有资格和他们坐在一起。如果我说是算出来的，凤总你会不会嘲笑我？奉天阳听完哈哈大笑起来。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搞封建迷信那一套？2023年了，兄弟，祝融号都升空了。奉天阳一脸讥讽地看着我，场面很是尴尬。苦先生，抱歉啊，凤总喜欢开玩笑，不过我们确实很好奇，这些消息你到底是从哪得到的？方才我已经说过了，这都是我算出来的。一听这话，韩雅轩脸色冰冷了下来。苦先生，我已经给你道歉了，你何必还要继续开我们的玩笑呢？我眉头一皱，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看来没有必要谈下去了，抱歉，我先走了。站住！雅轩了，你以为你是谁？还能掐会算的？你怎么不去算命啊？萧天豪见状，赶紧打圆场。凤总，别这样，都消消气，有话大家好好说嘛。苦先生，既然你说自己会算，那可否帮我算一下近日的运势？如果你算得准，刚才的事我们给你道歉。我本想就此离去，可看到萧天豪那恳求的眼神，我又收住了脚步。韩小姐，你最近会有很大的麻烦，而且你还会得罪一位大佬。韩雅轩听完，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笑容。怎么讲？你是不是最近花了1亿7千万拍下了一幅名画真迹，准备送给某位大佬？你想要北海那块地皮，就得通过那位大佬的同意。但可惜，你花重金买下的这幅画是假的，而且还是你的竞争对手故意做的局。等你把画送给那位大佬的时候，会被当场揭穿，成为笑柄。到时别说北海那块地皮了，恐怕你们韩家的名誉也会就此断送。随着我这番话说下来，韩雅轩直接愣住了，因为我说的这些都是他的家族会议内容，只有韩家核心成员才知道的机密。还不信吗？我劝你赶紧多找几个大师鉴定一下那幅画再说吧。稍等，韩雅轩拿出手机拨打了出去。孙助理，你现在拿着那幅真迹回去找安老，要求重新鉴定，最好把其他几位大师也喊来。随后他淡定地朝我笑了笑。苦先生，你先坐吧，相信马上就会出结果了。小子，我看你还是走吧，一会要是被打脸，那可就丢人了。面对奉天海的讥讽，我微微一笑，重新回到座位上。半小时后，韩雅轩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手机按下了免提键。小姐，大事不好了，那幅画。电话那头因为过于激动，话都不全了。那幅画怎么了？快点说啊！
假的，那幅画是假的。经过3位大师联合鉴定，那根本不是王大师的真迹，而是用高明的手法仿造的。一听这话，韩雅轩双腿一软，一屁股瘫坐在了凳子上，好半晌才回过神来，赶紧联系老爷子，看看能不能从他那里重新找一件藏品，明天必须要送过去，绝不能耽误。韩雅轩安排好后，立马起身来到了我跟前。苦先生，对不起，刚才是我不礼貌，请您接受我的道歉。我愣了一下，韩小姐不用这么客气，举手之劳而已。苦先生，您就别谦虚了，如果这幅画送出去，那后果……说到这里，韩雅轩的内衣已经被冷汗所浸湿，他不敢想象，如果把那幅假画送出去得罪了那位大佬，那他们整个韩家会是什么样的下场？抱歉了，苦先生，我先去一趟卫生间，您千万别走，今天咱们不醉不归。说完，他朝我深深的鞠了一躬，态度极其恭敬。这一幕把在场的众人都看傻眼了，萧天豪更是对我佩服的五体投地。然而凤天阳却还在嘴硬，该不会是蒙的吧？还真让你给猜中了。我淡淡的瞥了凤天阳一眼。韩小姐这件事还好说，毕竟得罪了人也不是不能挽回。可是你这件事麻烦可就大了。一听这话，凤天阳瞬间怒了。你什么意思？诅咒我是吧？你把话给老子说清楚，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我冷冷一笑。前天你在罗伯特庄园，刚离婚的我，大人物质疑是骗子。凤总是吧？你前天在罗伯特庄园进了一批08年的罗曼康帝红酒，一共1258瓶，总价值2399万，我没说错吧？你怎么知道的？按时间来推算，这批酒现在已经从金英国开始装船了。但是我劝你最好把这批酒给退了，否则你就完蛋了。凤天阳愣了一会，随后冷冷一笑：笑话？就凭你一句话，我就要放弃辛辛苦苦准备的这一切吗？你知道我请来直播教父耗费了多少资源？光是广告宣传就投入了几百万。这一次的订货，那可是从西部那群财阀手里争抢来的。你让我退我就退，凭什么？凤天阳上虽然这么说，其实心里也有些没底了。只是这次前期投入太大了，他绝不能因为虚无缥缈的一句话而改变计划。今晚有暴风雨，而且会引起台风，这是你的第一劫，你船上的酒会损失大半。然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如果你把这批酒卖出去，那才是弥天大祸。听到我说出的这些惊天话语，凤天阳陷入了沉思。他朝窗外看了一眼，随后便哈哈大笑起来。你个骗子，果然是在唬我！天气预报都说了会持续半个月干旱，你却告诉我今晚有暴雨。说完，凤天阳来到了包厢阳台上，只见外面一片风平浪静。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现在连一丝风都没有，你这个神棍还要装到什么时候？正当凤天海一脸讥讽地看着我时，下一秒，一道雷光从黑夜的空中划过，紧接着倾盆大雨夹杂着呼啸的狂风，直接就把凤天阳吹倒在地。看到这一幕，凤天阳傻眼了，反应过来的他不顾自身狼狈，急忙掏出手机，紧张的手都在颤抖。李秘书，那边的酒装传了没有？凤总，马上就装完了，10分钟后出发。赶紧的，全特么给我卸了。凤总，这是为什么？别特么废话，老子让你卸了就卸了。另外，把酒全部退回去，一瓶不留。凤天阳激动的大吼着，把电话那头的李秘书都整懵了。凤总，这批酒可是咱们千辛万苦才拿到的，现在退了，那损失可就大了。李秘书，你特么听不懂老子的话是不是？我最后再说一遍，卸货，全部给老子退了。你胆敢带回来一瓶，老子弄死你！说完，凤天阳直接挂断电话，来到了我跟前。苦先生，我还想问一下，您刚刚说这批酒不能拿去卖，必须要退货，这是为什么？此时的凤天阳没了刚才的张狂，而是态度诚恳，一脸渴望地看着我。很简单，这批洋酒都是假的，里面加入了很多毒性物质。准确的说，就是有人买通了你那位李秘书，想狠狠坑你一把。一旦带回来卖出去，那造成的后果……根据我的预知能力，凤天阳把这批酒卖出去后，喝死了很多人。他不但赔得倾家荡产，最后还被判了死刑。凤天阳一脸惊疑不定，他赶紧拿起手机拨打了出去。小王八，你听我说，你现在马上从那批酒里抽2瓶拿去当地的实验室检测，还有别让李秘书看到。半小时后，小王的电话打了过来。凤总，大事不好了，那些酒里检测到了有毒物质，技术员用1只老鼠做实验，当场就死亡了。听到这，凤天阳愣了一下后，直接跪在了地上。这一刻，把我和萧天豪都看傻了。韩雅轩从厕所出来，看到这一幕，也是一脸惊愕。这是怎么了？凤总跪地上做什么？凤总，你赶紧起来吧，地上挺凉的。凤阳摇了摇头，一脸热泪盈眶地看着我。不行，刚才是我莽撞，有眼无珠，冲撞了苦大哥，我凤天阳对不住您的大恩大德。说完，凤天阳甩手就是一个耳光。是我不知好歹，是我目中无人。苦大哥，您是我的恩人，是我们凤家的恩人。如果不是您刚才的提醒，我恐怕已经……说到这，凤天阳更是感到一阵后怕，那种劫后余生的喜悦感，只有体会过的人才知道。话也不能这么说，你能相信我的话，也是对我的肯定和认同。如果你不信，我即便再多费口舌，也阻止不了事情的发生。快起来吧，不然我可真的走了。萧天豪也开口劝说起来。凤总，快起来吧，苦大哥都说了不在意了，不然他可就真的要走了。凤天阳听完这才站起身来。苦大哥，我这就叫服务员上菜，今天咱们不醉不归。与此同时，酒店门口来了几个年轻人，
耀哥，奉天酒业集团老总奉天阳真的在这里吗？那还能有假？这可是我舅舅透露给我的消息，这家酒店就是我舅舅开的。耀哥，奉天酒业可是大企业，要是能和他们达成合作，那咱们公司可就发达了。放心吧，我舅舅认识奉天阳，一会让他给咱们引荐引荐。几人来到酒店走廊，这时那个叫耀哥的通过包厢门缝看到了一个熟人。咦，那不是苦18吗？这个废物怎么也在这里？包厢内，我们几人正在聊天，突然几个人闯了进来。哎呦喂，这不是苦18吗？你什么德行啊？居然也来这么高端的酒店？看到说话的那人，我微微一愣。此人叫李耀阳，我大学时候的情敌，输给我后一直对我怀恨在心。我听说你和秦小云那个烂货离婚了。我早就说了，那个烂货有眼无珠，居然选择了你这个废物。我还听说你为了给女主播刷礼物，欠了一屁股高利贷，连房子都抵押了。此时的李耀阳妒忌之心上了头，各种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听到对方这样辱骂自己的妻子，忍无可忍的我拿起酒瓶就朝他扔了过去。李耀阳躲闪不及，被砸了个正着。你特么疯了，居然敢打我李耀阳，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子今天非弄死你不可！给我打死他！特么打死算我的！你们动一个试试，今天谁敢动我兄弟，我要他命！这时萧天豪和奉天阳两人同时站了起来。李耀阳一声冷笑，敢在我天水楼闹事，你们活腻了？去把外面的兄弟都叫进来，给我废了他们！这时韩雅轩微微一笑，天水楼不是赵无常的产业吗？什么时候改姓李了？哟呵，小妞长得不错，而且还知道我舅舅的名号。这样吧，你亲我一口，我让你离开。见对方这副嘴脸，韩雅轩懒得再搭理他，随即便掏出了手机拨打电话。小子，一会就有你哭的时候。还嘴硬是？敌疯狂嘲讽，下一秒他就被打脸了。舅舅，来人是赵无常，本地有名的黑老大，也是这家酒楼的老板。不知死活的东西，瞎了你的狗眼！你知道他们是谁吗？韩小姐、凤总、豪哥，你们都在呢。赵老板，你这位外甥可不一般呐，刚刚还说要把我们几人全给废了呢。一听这话，赵无常瞬间冷汗直流，眼前这3位随便拎出一个都是他得罪不起的。凤总、韩小姐、豪哥，你们放心，今天这件事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赵老板，你不需要给我们答复，倒是我们尊贵的客人需要你给个交代。说完，韩雅轩3人都看向了我，赵无常也把目光落在了我身上。能被这3位大佬称为客人，他哪敢怠慢？小兄弟，您息怒，我这就给您一个交代，您开个尊口，今天这事怎么处理，我全都听您的。反应过来的李耀阳大喊道：“舅舅，你别被骗了，他是我大学同学，就一个穷屌丝窝囊废。”然而他还没说完，就被赵无常一脚踹翻。闭嘴，等会回家，老子打断你的狗腿！小兄弟，您看着。我瞥了李耀阳一眼，让他给我道个歉，这件事就这么算了，毕竟同学一场。啥？让老子给你道歉？你特么算个什么东西？狗仗人势的玩意！此话一出，直接把奉天阳几人激怒了。虎大哥，您呀就是心太软。赵老板都说要打断他的狗腿，咱们怎么能让赵老板言而无信呢？赵老板，你自己看着办吧。赵无常听完，顿时心中一颤，随即从外面找来一根铁棍。小兄弟，我现在就给你一个交代。说完，他冷冷地看向李耀阳，把腿伸出来。李耀阳不可置信地看着他的亲舅舅，舅舅，你来真的？他每次闯了祸，舅舅虽然嘴里骂得凶，但回到家顶多也就是训斥几句，他哪见过这种阵仗？别犯蠢，老子这是在救你，你惹了这种大人物，断条腿已经是法外开恩了。一听这话，李耀阳吓得当场就尿了裤子。舅舅，不要啊，我错了，再也不敢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18，你救我，咱们可是老同学啊，你替我求求情好不好？萧天豪嘿嘿一笑，赵老板，你要是下不了手，那就别勉强了，让我来帮你吧。赵无常心中一紧，萧天豪下手有多狠，那可是道上出了名的。畜生，还不赶紧的！要是让豪哥动手，那就不是一条腿的事了。一瞬间，李耀阳满脸苍白，他咬着牙别过头，颤抖着把腿伸了出来。赵无常直接一铁棍砸了下去，瞬间传来一道瘆人的骨折声，随后凄厉的惨叫声回荡在整个房间内。只见李耀阳痛苦地抽搐了几下后便晕了过去。发生这种事情，大家都没了喝酒的兴致。随后，我们在酒店门口互相告别完，便各自离去。雅轩小姐，请您留步。敢问那位苦先生是何方神圣啊？韩雅轩眉头一皱，怎么？难道你还想找回场子不成？我可警告你，谁要是敢跟苦先生过不去，那就是跟我们整个韩家过不去。赵无常听完，瞬间陷入了沉思。那小子到底什么来头？突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这小子姓苦，那位大人也姓苦，难道？一想到这，赵无常心头猛跳。你们给我传下去，以后看到那位苦先生，都他妈给我绕着走。谁要是再敢招惹他，别怪老子灭他全家。而另一边，我已经来到了前妻和女儿住的地方。前世妻女跟着我吃尽了苦头，最后还被我害得跳楼自尽。这一世，我拥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必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我一定要好好弥补他们母女俩。敲了几下门后，屋内传来一道稚嫩的声音：“谁呀？”我听到后露出了笑容：“彤彤，是爸爸，爸爸给你买了蛋糕。”
真的吗？屋内传来女儿惊喜的声音，但随后又没了动静。爸爸，你是不是又骗我呀？还有就是我吃了，你会不会打我呀？听到这句话，我心中一痛。不会的，怎么会打你呢？以前都是爸爸的错，彤彤不要怕。就在这时，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过来，当她看到我后，瞬间愤怒地抓住我的衣领。苦十八，你这个畜生，还来做什么？你还嫌小云他们母女被你害得不够惨吗？你马上给我滚，否则老娘对你不客气。胖婶婶，你别打我爸爸，他是来给我送蛋糕的。听到彤彤的声音，胖婶这才停了下来。胖婶，以前都是我的错，你要打就打吧，我认。你少在这装蒜，你看看彤彤这孩子多懂事，你居然下得去手。还有小云，她既漂亮又能干，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帮你还赌债，你居然还去给女主播刷礼物，搞得倾家荡产，你还是人吗？胖婶，我知道错了，我真的想弥补他们娘俩，不奢望其他的。弥补？你拿什么弥补？彤彤都应该上幼儿园大班了，现在却只能在家里待着，还不是没钱。小云怀彤彤的时候，连水果都吃不到，每天挺个大肚子去菜市场买烂水果吃，现在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兼职，一条内裤穿了5年都舍不得丢，这都是你造的孽，你拿什么弥补？胖婶对着我就是一阵破口大骂。胖婶，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但我会证明的，你再信我一次。对了，上次彤彤住院，你给垫了3000块钱，给你拿着。胖婶愣了一下，算了吧，这钱你还是给彤彤交学费，让他们母女改善一下生活吧。我微微一笑，把钱塞到了他手里。放心吧，胖婶，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赚钱，让他们母女过上好日子，仅此而已。瞬间，胖婶也沉默了，因为她从我身上感受到了真诚，不像是装的。行吧，我先收下了，希望你说到做到。说完，她便朝自己家走去。这时，前妻秦小云扛着一袋大米，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我见状，连忙过去想要接手，她看到是我，顿时愣住了，随后本能地后退一步，眼神充满了警惕。你怎么来了？赶紧走，我不想看到你。小云，我让你走，你听不见吗？把东西全部拿走，以后也别来了，我们不需要。看着前妻坚定的眼神，我刚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只能怪自己前世造孽太深了。现在他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多说，看来我只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了。好，我这就走，东西你们留着，这是我给彤彤买的蛋糕，我曾经答应过她的。说完，我便转身离去。看到我已经离开，秦小云再也控制不住哭了起来。女儿听到妈妈的哭声，也从屋内走了出来。妈妈，是不是爸爸又欺负你了？酒楼吃饭，却被大学情敌疯狂嘲讽，下一秒他就被打脸了。舅舅，来人是赵无常，本地有名的黑老大，也是这家酒楼的老板。不知死活的东西，瞎了你的狗眼！你知道他们是谁吗？韩小姐、凤总、好哥，你们都在呢。赵老板，你这位外甥可不一般呐，刚刚还说要把我们几人全给废了呢。一听这话，赵无常瞬间冷汗直流，眼前这3位随便拎出一个都是他得罪不起的。凤总、韩小姐、好哥，你们放心，今天这件事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赵老板，你不需要给我们答复，倒是我们尊贵的客人需要你给个交代。说完，韩雅轩3人都看向了我，赵无常也把目光落在了我身上。能被这3位大佬称为客人，他哪敢怠慢？小兄弟，您息怒，我这就给您一个交代，您开个尊口，今天这事怎么处理，我全都听您的。反应过来的李耀阳大喊道：“舅舅，你别被骗了，他是我大学同学，就一个穷屌丝窝囊废。”然而他还没说完，就被赵无常一脚踹翻。闭嘴，等会回家，老子打断你的狗腿！小兄弟，您看着。我瞥了李耀阳一眼，让他给我道个歉，这件事就这么算了，毕竟同学一场。啥？让老子给你道歉？你特么算个什么东西？狗仗人势的玩意！此话一出，直接把奉天阳几人激怒了。虎大哥，您呀就是心太软。赵老板都说要打断他的狗腿，咱们怎么能让赵老板言而无信呢？赵老板，你自己看着办吧。赵无常听完，顿时心中一颤，随即从外面找来一根铁棍。小兄弟，我现在就给你一个交代。说完，他冷冷地看向李耀阳，把腿伸出来。李耀阳不可置信地看着他的亲舅舅。舅舅，你来真的？他每次闯了祸，舅舅虽然嘴里骂得凶，但回到家顶多也就是训斥几句，他哪见过这种阵仗？别犯蠢，老子这是在救你，你惹了这种大人物，断条腿已经是法外开恩了。一听这话，李耀阳吓得当场就尿了裤子。舅舅，不要啊，我错了，再也不敢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18，你救我，咱们可是老同学啊，你替我求求情好不好？萧天豪嘿嘿一笑，赵老板，你要是下不了手，那就别勉强了，让我来帮你吧。赵无常心中一紧，萧天豪下手有多狠，那可是道上出了名的。畜生，还不赶紧的！要是让豪哥动手，那就不是一条腿的事了。一瞬间，李耀阳满脸苍白，他咬着牙别过头，颤抖着把腿伸了出来。赵无常直接一铁棍砸了下去，瞬间传来一道瘆人的骨折声，随后凄厉的惨叫声回荡在整个房间内。只见李耀阳痛苦地抽搐了几下后便晕了过去。发生这种事情，大家都没了喝酒的兴致。随后，我们在酒店门口互相告别完，便各自离去。雅轩小姐，请您留步。敢问那位苦先生是何方神圣吗？韩雅轩眉头一皱，怎么？难道你还想找回场子不成？我可警告你，谁要是敢跟苦先生过不去，那就是跟我们整个韩家过不去。赵无常听完瞬间陷入了沉思，那小子到底什么来头？
突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这小子辛苦，那位大人也辛苦，难道？一想到这，赵无常心头猛跳。你们给我传下去，以后看到那位苦先生，都特么给我绕着走。谁要是再敢招惹他，别怪老子灭他全家。而另一边，我已经来到了前妻和女儿住的地方。前世妻女跟着我吃尽了苦头，最后还被我害得跳楼自尽。这一世，我拥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必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我一定要好好弥补他们母女俩。敲了几下门后，屋内传来一道稚嫩的声音：“谁呀？”我听到后露出了笑容：“彤彤，是爸爸，爸爸给你买了蛋糕。”真的吗？屋内传来女儿惊喜的声音，但随后又没了动静。爸爸，你是不是又骗我呀？还有就是我吃了，你会不会打我呀？听到这句话，我心中一痛。不会的，怎么会打你呢？以前都是爸爸的错，彤彤不要怕。就在这时，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过来。当她看到我后，瞬间愤怒地抓住我的衣领。苦18，你这个畜生，还来做什么？你还嫌小云他们母女被你害得不够惨吗？你马上给我滚，否则老娘对你不客气。胖婶婶，你别打我爸爸，他是来给我送蛋糕的。听到彤彤的声音，胖婶这才停了下来。胖婶，以前都是我的错，你要打就打吧，我认。你少在这装蒜，你看看彤彤这孩子多懂事，你居然下得去手。还有小云，她既漂亮又能干，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帮你还赌债，你居然还去给女主播刷礼物，搞得倾家荡产，你还是人吗？胖婶，我知道错了，我真的想弥补他们娘俩，不奢望其他的。弥补？你拿什么弥补？彤彤都应该上幼儿园大班了，现在却只能在家里待着，还不是没钱。小云怀彤彤的时候，连水果都吃不到，每天挺个大肚子去菜市场买烂水果吃，现在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兼职，一条内裤穿了5年都舍不得丢，这都是你造的孽，你拿什么弥补？胖婶对着我就是一阵破口大骂。胖婶，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但我会证明的，你再信我一次。对了，上次彤彤住院，你给垫了3000块钱，给你拿着。胖婶愣了一下，算了吧，这钱你还是给彤彤交学费，让他们母女改善一下生活吧。我微微一笑，把钱塞到了他手里。放心吧，胖婶，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赚钱，让他们母女过上好日子，仅此而已。瞬间，胖婶也沉默了，因为她从我身上感受到了真诚，不像是装的。行吧，我先收下了，希望你说到做到。说完，他便朝自己家走去。这时，前妻秦小云扛着一袋大米，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我见状，连忙过去想要接手。她看到是我，顿时愣住了，随后本能地后退一步，眼神充满了警惕。你怎么来了？赶紧走，我不想看到你。小云，我让你走，你听不见吗？把东西全部拿走，以后也别来了，我们不需要。看着前妻坚定的眼神，我刚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只能怪自己前世造孽太深了。现在他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多说，看来我只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了。好，我这就走，东西你们留着，这是我给彤彤买的蛋糕，我曾经答应过她的。说完，我便转身离去。看到我已经离开，秦小云再也控制不住哭了起来。女儿听到妈妈的哭声，也从屋内走了出来。妈妈，是不是爸爸又欺负你了？妈妈，你别哭了，我请你吃蛋糕。说完，女儿便去袋子里拿蛋糕，却从里面找出了好几沓钱。妈妈，这里面有好多钱呀！秦小云见状也呆住了，随后她数了一下，足足有5万块。另一边，来到外面的我直接拨通了萧天豪的电话。苦大哥，今天怎么有空找我呀？我有些尴尬的清了清嗓子。这个，其实我想借点钱。萧天豪愣了一下。苦大哥，你要多少钱？200万。行，我现在就转给你。苦大哥，你别怪兄弟我多嘴，你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怎么突然要这么多钱？我微微一笑，也没有打算隐瞒他。我准备把这200万全部用来买茅台。这次决定干一票大的，我想借点钱，你现在有没有200万？萧天豪愣了一下，有，我马上给你转过去。苦大哥，你怎么突然要这么多钱？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我微微一笑，也没打算隐瞒他，我准备把这200万全部用来买飞天茅台。根据我的预知能力，京都有一场盛大的官方活动举行，在那之后，全国许多地方都会跟随这场浩荡的仪式，在各地举办类似的小型仪式，而那几天所消耗的茅台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供不应求。先说好，这次你给我拿200万，3天后我还你220万。萧天豪一听这话，瞬间急了。苦大哥，我算看出来了，你这是没拿我当兄弟啊！就咱俩的关系，你还谈什么利息啊？一码归一码，你是做贷款生意的，这利息我必须得给。我的脾气你了解，否则那我就去找别人了。行，你别生气，我听你的。问你个事，在龙州，谁能在短时间内搞到最大量的茅台？这还用说吗？这玩意那肯定是找奉天阳啊！要是以前，他估计都不会搭理你。但是现在嘛，只要你一句话，他亲自送货上门都得乐呵呵的。我沉思了一会，奉天阳上次欠我一个大人情，香火情可是贵得很，不能这么容易就浪费掉。这件事我不好出面，你找他也一样。行，那我去找凤总聊聊。目前飞天茅台的价格大概是2100左右一瓶，我这里要1000瓶，你争取帮我压到200万以内。苦大哥，我不是质疑你，我只是好奇，这茅台的价格稳定这么多年了，还能涨吗？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萧天豪沉思片刻后，心中也做出了一个决定。随后，他拨通了奉天阳的电话，客套几句后，便直接切入正题。凤总，你手里有多少飞天茅台？奉天阳愣了一下，刚进了一批，不过最近这酒销量不太好。你要是自己喝或者送人，我开车给你带过去2瓶。但你要是想囤货的话，兄弟，我奉劝你打消这个念头。现在这个行情很容易压进去。萧天豪嘿嘿一笑，我还真想囤点货，刚好手里有点闲钱。这样吧，凤总，您就当我囤着玩。我这里有400万，你给我2000瓶，中不中？奉天阳瞬间呆住了。你没事吧你？这是钱多了，嫌扎手吗？不行，绝对不行，咱们也算熟人了，我不能坑你啊！这要是让苦大哥知道了，那我成什么人了？凤总，我实话说了吧，这啤酒就是苦大哥要进的，不多说了，现在帮我准备2000瓶，我把钱给你打过去，这件事就靠凤总你了。说完，萧天豪直接挂断了电话，而电话那头，奉天阳陷入了沉思中。2000瓶这么大的量，这是要搞什么？他嘀咕了几句后，便给助理打去了电话。小刘，想办法给我调2000瓶飞天茅台，不够就去找茅台的销售总监。3天后，我正在家看新闻，果然和我预知的一样，京都这场官方活动在全国引发了连锁反应，各地的商会现场到处都是酒席宴会，无数外宾参加，备受海内外贵宾青睐的茅台瞬间供不应求，价格直线飙升。这时，萧天豪的电话打了过来。苦大哥，你真是料事如神，简直就是活神仙啊！我也跟着你囤了1000瓶茅台，他们涨疯了，现在已经涨到7000多一瓶了。咱们这次每人净赚了将近600万，太他妈爽了，爽翻了！我现在已经把关老爷的雕像收起来，把您的照片放上去了，每天一醒就磕头呢。萧天豪激动的嗓子差点把我电话给震碎了。行了，你冷静点，现在已经是价格的最高点，你赶紧把那批茅台出手了。好，苦大哥，我明白了。挂断电话没一会，奉天阳的电话又打了进来。喂，苦大哥嘛。电话那边传来奉天阳沙哑的声音，似乎有些上火。苦大哥，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我是真心佩服您，感激您。可这一次，你带着萧天豪赚钱，闷声发财，都不跟兄弟我说一声，我和萧天豪比差哪了？我承认之前犯过错，顶撞了你，这都过去了呀。苦大哥，你……奉天阳很是委屈的说个不停，我直接就挂断了电话。没一会，他又打了进来，我特意等了几秒才接通。哥，你别挂，你不要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特别缺钱，我只是羡慕你和萧天豪的兄弟情谊，我就是想交您这个朋友，没有别的意思。怎么，萧天豪当时没提醒你吗？提醒了呀，但我就当他开玩乐呢。谁能想到这茅台会突然暴涨呢？我真没反应过来。哥，我真想跟您交朋友，你也给我一个机会呗。奉天阳那语气带着委屈，却不敢太矫情，想诉说又怕我不耐烦，就像个充满怨气的小媳妇似的，听得我只感觉一阵恶寒。行了，这点小钱，我以为你看不上呢。刚才你也说过了，你不缺这点钱，我还有事，先挂了。别哥，我错了，我缺钱，我真缺钱。上次那批红酒亏了几千万，我都被老爷子骂惨了。苦大哥，下次你也带小弟我赚点钱，可以吗？我听完微微一笑，对于奉天阳，我也算知根知底。这家伙背景很强，他爷爷可是前任龙州市市首，虽然已经退休，但是还挂着头衔呢。这样的大人物，我必然要结交。知道了，下次带你。我还有事，先挂了。然而刚挂断没一会，韩雅轩的电话又打了进来。今天这是怎么了？一个个的。韩小姐，今天怎么有空联系我？苦大哥，你今天忙不忙呀？上次你帮了我们韩家一个大忙，我爸爸想亲自感谢你。不用谢了，举手之劳而已。苦大哥，您就赏个脸好不好呀？我都已经跟我爸保证了，一定把你请到家里去呢。那好吧。韩雅轩见我答应，瞬间大喜。那我现在就开车来接你。半小时后，韩雅轩把我带到了一栋豪华别墅内。爸，这就是我和你说的高人。苦18苦大哥，上次要不是他提醒，我差点就把那幅假画送到齐老爷手上了。他可是救了咱们整个韩家呢。苦大哥，这是我爸韩天正。我随即礼貌地伸出了手。韩叔叔，你好。面无表情地朝里屋走去。我见状，尴尬地笑了笑。爸，您干什么呀？我好不容易请苦大哥来，您怎么还摆上架子了？韩天正没有说话，而是从里屋拿出来一卷字画。我听小女说，你一句话就鉴定一幅字画的真假，在我们这一行，真假需要双眼判断，你隔空就能知道真相。看出了字画的真假，却被质疑是骗子。这幅画是假的。韩天正忽然变脸，胡说八道！鉴定古物需要的是细心、耐心和专业技能的过程，你甚至都没仔细的看一眼，怎么就知道是假的？我果然猜的没错，你就是个骗子！你老实交代，上次那件事是不是你联合卖家给我女儿设的局？你接近我女儿，到底是何目的？爸，你做什么？苦大哥上次帮咱们避过一次灾难，你却在这里疑神疑鬼，这都让人牙紧咬。
气得俏脸涨红。根本不用浪费时间，哪怕再怎么看，这幅画也是假的。根据我的预知未来能力，眼前的韩天正，因为他最擅长的文玩字画，已经陷入了一场巨大的骗局中，再刚愎自用下去，必将死于非命。韩天正怒极反笑：雅轩，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你说的高人。这幅画可是你堂哥从南海带回来的真迹，先后经过了3位国际大师亲自鉴定，都已经上了新闻报道。为了这幅真迹，我花了足足7000万。现在证据确凿，他却还敢在这招摇撞骗，纯粹就是把咱们韩家当傻子。韩雅轩愣了片刻，随后坚定地摇了摇头：不可能的，苦大哥不是骗子，我相信他。我微微一笑，内心一暖。正因为韩雅轩的信任，我才没离开，否则他韩天正是死是活，与我何干？愚蠢，真不知道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到了这个时候你还维护他，简直是鬼迷心窍。年轻人，你胆敢欺骗我女儿，已经犯了我的忌讳，我给你一次机会，赶紧滚出去，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瞥了韩天正一眼，淡淡的说道：3个月前，你投资了6个亿，收购了一个南海的拍卖机构，因为这个机构里有很多藏品真迹，但这个机构不过是别人故意弄一个空壳子来套取你的资金骗局罢了。如今你的钱已经入账，对方也开始收网了。不出我所料，他已经开始转移这批藏品的归属了。至于这个人是谁，就不用我来告诉你了吧。此刻，原本还一脸冰冷的韩天正呼吸一滞，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般的波动。他狐疑的目光看向了女儿韩雅轩：爸，都这个时候了，应该不会还认为我会串通苦大哥来蒙骗您吧？韩天正没有回应，脸色依旧阴沉。很明显，这固执的老头不信任我。你说的没错，我确实投资6亿收购了一个南海的拍卖机构，但那个人绝对不会设局骗我。我冷冷一笑：是吗？3天后，你投的6个亿转手就会变成他的了。我相信你这段时间多少也应该有所察觉，只是你不愿意往这一点去想而已。韩天正听完陷入了沉思中，而韩雅轩在一旁却很是焦急。爸，我问您，南海拍卖机构是不是我堂哥韩景琦在负责？您要是不相信苦大哥，那就把堂哥叫过来对质。韩天正一声冷笑：简直是笑话！你堂哥怎么会骗我？他回国的创业资金都是我在支持，也是我一手给他铺的路。行，50、80吧，你等着，我现在就打电话把他叫来跟你对质。半小时后，一个黄头青年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大伯，您这么急找我，发生什么事了？韩天正点了点头。景琦，南海拍卖机构那边落实完了没有？还有那些古玩古董都确权完毕了吗？韩天正不紧不慢地询问着，这让一旁的韩雅轩更是焦急。韩景琦，我问你，那个南海拍卖机构是不是空壳子？你是不是弄虚作假，想要坑我父亲投资的6个亿？钱呢？哪去了？随着韩雅轩的话音落下，韩景琦脸色巨变，不过一瞬间他又平静了下来。堂妹，这种话可不能乱说。我从海外归来，一直是大伯资助我，没有大伯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怎么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呢？你未免也太不把我韩景琦当人看了吧？韩景琦一番话说的义正言辞，其实已经被吓得心脏都跳嗓子眼了。要不是他心理素质强，怕是直接就露馅了。够了，雅轩，你也太没大没小了。这个世上谁都会害我，但唯独咱们自己家人不会。韩天正很是严厉地训斥了韩雅轩几句。大伯，我知道堂妹平时不这样的，这件事到底是谁在挑拨离间？她简直是居心叵测。见韩家父女没有说话，他的目光停留在了我身上。我干咳了一声，淡淡说道：没错，就是我说的。韩景琦瞬间怒目圆睁，恶狠狠地看着我，那模样恨不得把我吃掉。你特么是哪来的野狗？煽风点火，一派胡言，我看你是找死！随即他一脚朝我踹了过来，却被我轻松躲开了。我默然一笑，开什么玩笑？我现在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别说是拳脚了，就算是子弹我都能预知他的飞行轨迹。韩景琦愣住了，他可是跆拳道3段，居然被对方躲开了。下一秒，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便已经被我一脚踹翻在地上。你他妈玩阴的，老子弄死你！他当想冲过来，却被韩天正制止住了。行了，景琦，你太冲动了，怎么还动起手来了？你先回去吧。大伯，这小子，我说了，你先回去，这件事我自会处理。看到韩天正有些不悦了，韩景琦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小子，老子记住你了。放下一句狠话后，他便头也不回的走了。爸，你怎么让韩景琦就这样走了？你看他刚刚那恼羞成怒的模样，明显就是有问题啊。好了，这件事我心里有数。韩天正毕竟也是一位阅人无数的富商，经过刚刚那一幕，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只不过他这人好面子，再一个他一直有心栽培韩景琦。那个投资6亿的拍卖机构，本来也是打算日后送给韩景琦的，他不愿意去相信亲侄子会骗自己，所以刚刚才把韩景琦支走，选择了逃避。年轻人，你确实有些本事，但你太过浮躁了，这有仇当场报的性格，注定你难成大事。我淡淡一笑，犹豫不决、优柔寡断，都是弱者的表现。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切都晚了。韩天正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放肆！你以为你是谁，可以肆无忌惮的在我面前指点江山？要不是看我女儿的面子，我早就把你赶出去了。韩天正这人极好面子，他怎么能允许一个小辈对他指指点点？我冷冷一笑，看来你是真的无药可救了。看在你女儿的份上，最后提醒你一句，你太高估你所谓的亲情了。你以为你的侄子只是想要你那6个亿吗？还是先想想怎么保住你那20亿的股票吧。说完我转身就走。
此刻的韩天正脸上露出惊骇欲绝之色，内心更是掀起万丈惊涛，滚滚不休。若是之前我推算出韩景琦设的骗局对他造成了很大的震撼，那么眼下关于股票的事则是万倍的暴击，因为这个秘密连他妻子和女儿都不知道。这一刻，韩天正终于动容了。苦大哥，你别走！韩雅轩刚想跑去留我，却被他老爸抢先了一步。虎先生，您留步！您刚刚说我那20亿股票，他怎么了？此时的韩天正的表情写满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明知道那6个亿被套走，他都表现得很淡然，但眼下股票里的20亿已经触碰到了他的底线了。要是这20亿出了什么问题，那他们韩家可就要完蛋了。我淡漠地看了他一眼，这20亿股票很快就要属于韩景琦。有眼不识泰山，您救救我！这20亿可是我韩家的命啊！一旁的韩雅轩瞬间目瞪口呆，他虽然不清楚发生什么事，但见父亲都下跪了，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苦大哥，您再帮我们韩家一次好吗？只要您答应，让我做什么都行。我愣了一下，无奈地叹了口气。行吧，我试试看。现在立刻帮我准备一台电脑，还有赶紧去把拍卖机构那边的资金退掉，能退多少退多少。韩天正听完连连点头，好，我这就去办。而另一边，韩景琦离开别墅之后，把车停在路边，慌忙打起了电话。梁秘书，快！现在按我说的，立刻把拍卖机构里的古董全部出手掉，一件不留。韩少，出什么事了？我大伯已经起疑心了，现在要提前实施计划。好的，我明白了。然而他刚挂断没一会，梁秘书那边的电话又打了回来。韩少不好了，刚才韩天正董事长已经派人把所有古董真迹都带走了，而且我接到了银行通知，董事长之前注入的资金被冻结了，还剩3个亿，咱们没能套现出来。韩景琦顿时目眦欲裂，沃尼玛，这个狡猾的老鬼真不愧是我伯父，转身就给我来这么一手。不过我也不亏，那6个亿已经被我套走了一半，更何况还有一笔更大的财富马上就到手。韩家别墅书房内，众人看着电脑屏幕一脸凝重。韩景琦那边果然开始动手了，韩天正的20亿股票已经被套住。怎么样，筹备了多少资金？此刻的韩天正已经出了一身冷汗。虎先生，我把全部古董抵押给了几个老朋友，再加上银行贷款下来一笔钱，还有刚刚冻结撤回的那3亿，现在能动用的资金一共9亿2000万。我缓缓地点了点头。韩叔，接下来是赌命的时刻了，我想再问一遍，你真的要把这一切交给我来操作吗？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根据我预知未来的能力，这件事如果我不插手，那么韩天正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韩景琦父子狼狈为奸，驾驭2只股票狙击了韩天正的股市资金，坑走了韩天正所有的钱不说，最后还害得他跳楼自尽了。韩天正愣了一下，随后眼神露出一丝坚毅。虎先生，您不要有心理负担，如果真的失败了，那也是我韩天正的命数。行，那就开始吧，我尽力把你那20亿全部捞回来。好，您放手去做吧，我相信您。随即我便开始输入代码，很快就锁定了那2只股票，其中一只股票叫天盛地产，是韩景琦和他父亲韩半山的产业，他们父子2人就是凭借这只股票初步击溃了韩天正的防线。另外一只股票叫辉阳股份，这是韩景琦父子设下的第2个圈套。看着这2只股票，我冷冷一笑，随即就把3亿资金注入了天盛地产。这只股票盘子小，随着3亿资金注入，瞬间就涨飞了。然后在涨停之际，我开始平仓，疯狂的压价，眼看要跌停了，我又继续建仓，吸纳被低价抛售的股票。如此循环的操作，凭借着我未卜先知的能力，每次都能在最合适的点完成收割。而另一边，韩景琦来到了一家会所，正要喊个小姐姐过来给自己压压惊，这时自家操盘手的电话打过来。韩少，大事不好了，咱们天盛地产这只股票刚刚被人冲毁了，损失大的可怕。听到这句话，韩景琦瞬间愣麻了。什么？特么赔了多少？快说！韩少，不是赔了多少，而是盘子都空了，被对方彻底砸了，咱们还剩下不到300万。有高手，有超级股市高手狙击咱们。电话那头的声音犹如一把刀子，狠狠地刺穿了韩景琦的心脏。快，去看看辉阳股份这边有没有出状况。随后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键盘敲击声。目前没问题，这边您父亲注入的资金比较大，对方应该不敢轻易乱动。韩景琦听完这才稍稍心安，只要我父亲这边没事，一切还有救，这边盘子大。然而他话还没说完，电话那头就传来了操盘手惊恐的喊声：不好了，韩少，辉阳股份这边也出状况了，忽然有一大笔资金注入。什么？一听这话，韩景琦额头青筋暴起，眼珠子都快瞪爆了。韩家别墅书房内，我靠着预知未来能力，每次都能看穿对方的策略，直接就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很快，这场战斗便结束了。见我停了下来，韩雅轩焦急地问道：苦大哥，怎么样了？我微微一笑，结束了，2个盘子都被我砸了，套走了他21个亿。当韩天正看到资金余额那一连串的数字后，瞬间双手颤抖，一时间激动的说不出话来。韩雅轩也是一脸崇拜的看着我。虎先生，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说着他又要给我下跪，却被我制止住了。韩叔，我这忙也不是白帮，钱我不要，是我想跟你要一件东西。
韩天正擦了擦眼泪，胡先生，您尽管说，只要我有。我轻咳了2声。韩叔，我知道您前几年收购了一批古玩，其中有一枚是朱皇帝戴过的扳指。韩天正愣了一下。胡先生，这扳指我的确有，但这东西的市值也就区2000多万，您确认吗？我微微一笑，那扳指现在的确只值2000万，可要不了多久，即便是2个亿也买不来了。没错，我确定。好，我这就给您取来，您稍等。10分钟后，韩天正便把扳指取了过来，顺带还提来2瓶酒。胡先生，这就是您要的那枚扳指。我仔细的端详了一下，不愧是朱皇帝的贴身之物，帝王绿的翡翠玉扳指，隐隐中散发着银绿色的光芒。这里还有2瓶70年的茅台，您拿回去尝尝。我收起扳指笑了笑。好了，事情也解决了，我还有事要忙。韩叔，改天再来拜访。说完，我便朝外面走去。胡先生，您慢走。苦大哥，我送你。韩雅轩见状急忙跟了上去。这小子神了，足足的人中龙凤，他日必然一飞冲天。要是我女儿能和他……想到这里，韩天正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而另一边，韩景琦正一脸呆滞地瘫坐在地上，手机已经被他摔了个粉碎。怎么办？这下该怎么办？没了。然后，我提着韩天正送的那2瓶70年的茅台和一些水果，来到了岳父岳母家门口。上一世，我不但害惨了妻女，连岳父岳母的养老钱都被我骗了个精光，这让他们2老晚年过得很是凄凉。这一世，我一定要好好补偿他们。这时，一个50来岁的妇女开门了，看到我后，她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下来。妈，爸在家吗？58，你来干什么？放过我们老2口行不行？我求求你发发善心，不要再来坑骗我们了。我给你下跪了还不行吗？说着，他双腿弯曲，竟然真的要下跪。我急忙扶住了他，这一幕可把我吓坏了。妈，您别这样，我就是给你们送点东西，东西我放在这了，您和爸保重身体，我这就走，下次再来看你们。就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岳父秦振山回来了。他看到我是又惊又怒，你个兔崽子，居然还敢来！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不可！说着，岳父冲上来抓住了我的衣领。你个王八蛋，老子的养老金被你骗光了不说，你还把我女儿害得这么惨，老子打死你！说着，他扬起手就想给我几个耳光，却猛然发现不对劲，因为以前的我遇到这种事情直接就还手了，跟岳父大打出手也不是1、2次了。而现在我却一脸的平淡，这让秦振山感到很诧异。爸，您要是想出口气，就随便打，只要你想，每天打我1顿都行。看着满头白发的岳父，我不禁一阵心酸。这老头有一个那么优秀的女儿和那么可爱的外孙女，原本可以享受一个美好的晚年，现在却被我害得每天还要出去烧锅炉、通下水道，干这些脏活累活维持家用。秦振山一声冷哼：“别叫我爸，我受不起。只要不看到你，我还能多活几年。你赶紧给我走！”看着岳父满脸铁青的喘着粗气，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爸妈，那我就先走了，改天再来看您2老。站住！把你带来的东西拿走，你的孝心老子承担不起。爸，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走了，东西你随意处置，扔垃圾桶也行。说完我便离开了。看到我离去的身影，秦振山叹了一口气。一会你给他送2000块钱过去，这个兔崽子无事不登3宝殿，肯定又遇到什么难事了，不然他能上咱家来吗？岳母刘桂芝愣了一下，这可是咱们家的生活费，给了他，那咱们吃啥？你不给他，咱女儿能安生吗？他还不得找女儿去闹啊！一听这话，刘桂芝瞬间沉默了。回到屋内的2老正准备吃饭，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秦振山瞬间大怒：“我就说了嘛，这兔崽子没搞到钱，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离开？”然而当他打开门一看，却发现是自己的好友老王。老王，你怎么来了？快进来一起吃饭。看到好友登门，秦振山很是热情的把他迎了进来。刚跟我老婆子拌嘴，就想找你喝2杯。看到满桌子的素菜，老王笑了笑：“还是你们老2口注重养生啊，我家就不行，天天少不了鸡鸭鱼肉，吃的3高都超标了。”这话让秦振山老2口很是尴尬。老王啊，你可别不知足了，我听说你女儿找了个企业家，买了辆大奔，你现在可是享福了呀。老王听完有些得意的笑了笑。其实吧，我都一把年纪了，有辆老年代步车就够了。可我那女婿说什么也不同意，非要给我整辆大奔。你说这……秦振山羡慕地看着老王，再想想自己的女婿，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对了，老秦，我听说你女婿工作丢了，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真的假的？一听这话，秦振山顿时心中一怔，他也是个好面子的人，这家丑怎么能随意外扬呢？哪有的事，那小子虽然比不了你女婿，但也算有孝心，赚了点钱就给我们送这送那的。你看那些东西就是他刚刚送来的。我那女婿也是，来一次买一堆东西，什么茅台呀、帝王蟹啊，都给我嘴养刁了。老王一个劲的炫耀着，这时他看到了地上那2瓶酒。呀，你这也不赖啊，老秦，茅台都喝上了，那正好，咱哥俩今天好好喝2杯。秦振山顿时脸色一变，别，还是别喝那个酒了吧，我下去买2瓶别的。然而秦振山刚起身，老王却比他更快，直接就从地上拿了1瓶茅台过来。我说老秦，有茅台也不给我喝，你这也太小家子气了吧？明天我也给你送2瓶，这瓶咱们先喝着。
此时秦振山脸色就跟吃了翔一样难看，还真不是他小气，他这混账女婿欠了一屁股债，哪来的钱买茅台呀？他怀疑这酒肯定是假的。老王又号称酒仙，假酒哪能瞒得过他呀？这下丢人丢大发了。果然如他所料，老王喝了一口后皱起了眉头。我说老秦，这个酒……别废话了，不爱喝就别喝，我女婿送的，我愿意。说着，秦振山拿起酒瓶递给了刘桂枝，脸都丢光了，赶紧拿出去扔了吧。老王见状大惊失色，别，千万别啊！老秦，你可别吓唬我啊！我说你也太膨胀了，怎么还丢上脸了？这可是珍藏70年的老茅台啊！你摆什么阔气啊你？这话把秦振山老两口都听愣了。你是说这酒是真的？说着，秦振山拿起酒瓶往嘴里灌了一口。别啊！你简直是暴殄天物啊！这酒几10万一瓶，一口下去就是1、2万，哪有你这样喝的呀？一听这话，秦振山瞬间呆住了。你说什么？这玩意要几10万？旁边的刘桂枝更是哑然失色。是啊，你这女婿是在哪发财了？这一瓶酒都能抵得上我家1辆大奔了。此时的秦振山已经彻底愣麻了，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而另一边，我回到家便把天海集团的股票全部平仓了，去掉手续费，还有172万，加上刚刚萧天豪已经把囤茅台赚的那600万打了过来，我现在总共有770万可以操作，终于可以干一票大的了。随后我来到了龙州新区最有名的烂尾楼盘龙湖湾。根据我的预知能力，这一片新区很快就会迎来一次重要的扩建，而这边的房价将会迎来历史最新高的飞涨。进入售楼处，几个销售顾问正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玩着手机，见我进来，他们只是扫了一眼，却没有理会。烂尾楼，别看了。那个胸前带着经理工作牌的男子头也不抬的想要将我打发走。房子不卖吗？卖，但是你愿意买吗？我微微一笑，我当然愿意买。一听这话，经理饶有兴趣的看着我，兄弟，烂尾楼你也买？你这是在逗我玩呢？你还是走吧，要不是这破楼盘欠我们的工资，我们谁还天天守在这里？我没接他的话，而是指了指沙盘，那边 A 区和 B 区都。这好兄弟一起买了将近200套烂尾房。经理，都过去1周了，那2个冤大种居然没反悔，也没来退房，好奇怪呀！孙经理嘿嘿一笑，难碰到这么2个脑子进水的智障，给咱们这个烂尾楼兜了底，难道你还盼着他们来退房了？再说了，合同也签了，录像也拍了，这房是他们想退就可以退的吗？然而，孙经理话还没说完，就被眼前电视里播报的新闻给吸引住。本台最新消息，龙州新区即将迎来一次重要的扩建，半年内实现周边配套完全，并且与港城著名企业天珠集团达成合作，将投资数百亿在新区建设迪士尼乐园。届时，龙州新区的房价也将会迎来历史上最新高的飞涨。看到这则新闻，上一秒还在嘲笑别人智障的孙经理，下一秒就如同石化一般的愣在了原地。旁边的小吴也是一脸的蒙圈。经理，新闻里说要在我们这个楼盘旁边建一个迪士尼乐园，真的假的啊？快，给总部打电话。而另一边，我同样也在家看到了这则新闻。这时，凤天阳的电话打了过来，我刚接通，手机里便传来一阵激动的咆哮声，差点没把我手机给震碎了。苦大哥，你神了，你封神了！新闻看了没有？龙州新区有港城大佬投资，加上本市大力经济扶持，现在大批炒房客入场了，房价都特么涨疯了。咱们手里那批烂尾房直接涨到2万多一平了，翻了4、5倍啊！发了！哥，我决定了，从今往后我就是你失散多年的弟弟，你是我亲哥呀！要不我改姓苦吧，以后我就叫苦天阳了。哥，你怎么不说话啊？你吱个声啊！你是不是不想认我这个弟弟啊？哥，我听完一阵无语。行了，你先给我安静点。你听好，现在赶紧去联络买主，能一口气把咱们手里房子吞掉的那种买主。这批房子咱们不能在手里压太久。好嘞，哥，这点小事，弟弟我马上安排。对了，哥，我三叔说想要见见你，不知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呢？我听完一愣，凤天阳的三叔凤中杰是住简部的高层，这样的人物我当然要结交。行，你过来接我。半小时后，凤天阳带着我来到了他家。三叔，我大哥苦18来了。哥，这是我三叔。天阳的朋友吧，快坐。凤叔叔好，您公务繁忙，让您久等了。对于凤中杰，我预知到了许多，有好也有坏。凤家3代仕途，只有凤天阳的父亲经商有所成就，结交这样的世家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也是在给未来铺路。凤中杰哈哈一笑，小兄弟，应该的。这一次要不是你带着天阳，恐怕他也赚不到这么多钱，早就被他爸教诲魔都了。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提前知道龙州新区的房价会暴涨呢？我微微一笑，知道这次凤中杰之所以要见我，主要是在替他侄子把关。毕竟这件事如果是内幕消息泄露，那事件可就恶劣了。凤叔叔，实不相瞒，是预感。预感，没想到啊，你这么年轻，居然信这个。我很佩服你的预感，但最好真的是你撞了大运，否则可就糟糕了。很明显，凤中杰不信我的话。凤叔叔，今天港区有什么动向？对于我突然莫名其妙的问这么一句，凤天阳听得云里雾里，但是凤中杰的眼中却划过一抹惊骇。这小子真邪门了，眼今天港区那边来了大人物，他都知道。该不会这小子和港区那位大人物有什么关系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提前囤房的事也就说得过去了。凤中杰随即哈哈一笑，不谈公事，我还有事要先走一步。天阳，叔叔只留一句话，交朋友就要交小苦这样靠谱的。小苦啊，感谢你能带我们天阳，以后有用得到的地方，只要合法合规，我都不会推辞。凤中杰起身便要和我主动握手。凤叔叔，您过奖了，有事您就先去忙吧。对了，凤叔叔，今天带药了吗？凤中杰身躯一震，心中暗道，我怎么会知道他有心脏病呢？带了，在我
我助手小张这里，你们先玩，我先走了。小苦啊，以后没事就常来。说完，凤中杰便朝外面走去。到了车旁，他想到了我的提醒。小张，药带了没有？小张朝包里看了一眼，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局座，药忘记拿了，旁边有一家药店，我这就去买，您稍等。没一会，小张便把速效救心丸买了回来。凤中杰这才放心的上了车。然而，行驶到半路上，凤中杰突然痛苦的捂住了胸口，似乎是心脏病发作了。小张看到后吓得满脸苍白。局座，您没事吧？快吃药！随即，助理赶紧掏出刚买的速效救心丸，喂到了他嘴里。吃完药的凤中杰这才逐渐缓和，但冷汗却已经浸透了全身，只差一点他就丢了性命。要不是我的提醒，他怕是神仙也难救了。凤中杰本是无神论者，但今天这件事对他的冲击太大，一瞬间他的内心更是对我充满敬畏。这小子真是神了。而另一边，凤天阳正被一个电话气得破口大骂：虎大哥，龙湖地产那群狗东西，他们想赖账。然而他话还没说完，我的电话也响了起来。喂，是苦18先生吧？您好，我是孙权啊，龙湖湾销售经理。找我有事吗？孙经理嘿嘿一笑，是这样，您上周带朋友从我们这里买走了小200套房产，想必新闻您也看了吧？如今的房价涨疯了，我们公司之前一直亏本，好不容易可以趁机翻身，可是……说重点，不然我挂了。好吧，我也不啰嗦了。公司总部那边的意思是打算收回售出的房产，按照当时签订的合同，我们愿意支付您3倍的违约金。我听完冷冷一笑，也就是说，你们公司宁可支付3倍的违约金，也要违约给我看，对吧？没错，就是这样。苦先生，我也是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毕竟这房价现在眼看就要翻10倍了，公司这边钱还没到手，房子就飞走了。换作是我也崩溃啊。不过你也不亏，3倍违约金也不少了。孙经理的语调开始阴阳怪气起来，满满的幸灾乐祸。他万分嫉妒到眼红发狂了。凭什么人家随手买几10套烂尾房就发财了，而他这么努力，1个月才拿几千块工资？听到他这些话，我瞬间火冒三丈。这就是你们公司的信誉吗？随意违约，毫无底线，良心都被狗吃了呀！电话那头传来孙经理快意的笑声：苦先生，这可不行，人身攻击啊！有能耐你去找我们公司去，我只是负责通知你，又不是你的出气筒。再说了，能拿到3倍赔偿，你就偷着乐吧。要按照我的意思，呵呵，1分钱都不给你，你又能怎么样？反正我们27、37都投入建设了，你要是想空做，那就和我们法务去撕吧。虽然我们的楼盘在业内垫底，但是我们的法务牛啊！说完，孙经理狂笑不止，连牙龈都笑出来了，就跟个变态一样。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行吧，既然你们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这件事我会追究到底。哎呦喂，苦先生，你好凶哦，我好怕耶！那我们拭目以待吧，欢迎苦先生来找他。说完，他便挂断了电话。虎大哥，那狗东西怎么说？他们想给咱们3倍违约金，然后收回房产。一听这话，凤天阳瞬间暴跳如雷，连眼睛都红了。看得出来，他现在杀人的心都有了。买了200套烂尾房，开发商却突然反悔，想收回房子。那个孙经理说给咱们3倍违约金，然后收回房产。一听这话，凤天阳瞬间暴跳如雷。现在房价已经暴涨4、5倍了，开发商却要违约收回房子，这让凤天阳杀人的心都有了。这帮狗东西吃了雄心豹子胆，居然在我凤天阳头上动土，老子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而另一边，龙湖湾售楼处门口围满了买房子的人，因为新区得到投资扩建，让这个曾经的烂尾楼一跃成为了本地最火爆的楼盘。售楼部内，孙经理正一脸殷勤地给他的领导汇报工作。陈总监，现在咱们楼盘可是火得爆炸，每天看房的人都排出好几公里了。依我看，咱们这个房价应该再往上调一调。这个不用你操心。对了，买了200套房产的那2个人，你搞定了没有？陈总监，您就放心吧，那2个小子。然而他话还没说完，2个身穿制服的人走了进来。谁是这里的负责人？我是这里的经理，你们有事吗？我们是住建部的，经人举报你们龙湖湾的房子存在质量问题，我们要核查质量以后才允许进行销售。从现在开始，你们售楼处停止一切销售活动，接受我们的调查。一听这话，孙权瞬间愣住了。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啊？我们的房子没有任何质量问题啊！兄弟，咱们借一步说话。不用了，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同志，我们集团老总跟你们一把手关系不错，要不……别提你们老总，提也没用，这是公事，不谈私情。你们的房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不是你区一个经理说了算，要经过层层标准核查。另外，经过我们刚才的检查，发现你们消防也存在隐患，已经通知消防部了，估计明天就会过来，请你们必须配合。说完，几人便转身离去。售楼处外面，原本那些要买房子的人已经一哄而散。看着门上的封条，孙经理脸色苍白，欲哭无泪，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时，他的电话响了。孙权，你他妈个狗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住建部和我们关系那么好，怎么会突然来找我们麻烦？刚才董事长开会说，有人举报房子有问题，上头下来的命令彻查，就连董事长都拦不住。说你他妈不给我说清楚，老子弄死你！电话那头传来了陈总监暴跳如雷般的怒吼声，差点把他的手机都吼炸了。他整个人更是吓得瑟瑟发抖。陈总监，您息怒，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呀。咱们的楼盘哪有什么质量问题啊？住建部那帮人分明是在小题大做。您说咱们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会不会是同行在搞我们啊？孙权战战兢兢地说了几个可能的原因，他能想到的也就这些了。孙权，这件事绝对和那2个买房的小子脱不了干系。你特妈的当时到底是怎么和对方交涉的？你告诉我。孙权这才猛然反应了过来，没错了，肯定是那2个小杂碎搞的鬼。昨天他们还威胁我来着，说要跟我死磕到底。可是陈总监，就算是他们举报的，住建部也不应该查得这么快，这么严啊！
你个猪脑子还不明白吗？那2个小子肯定有关系。对了，他们叫什么名字？孙权愣了一会，一个叫苦18，一个叫什么奉天阳。苦18，奉天阳。陈总监嘀咕了几句，忽然他双目圆睁。奉天阳，特么的，难怪会出这么大的事。驻检部那位大人也是姓奉。什么？孙权瞬间脸色大变。孙权，你是真他妈该死！我让你护着他们，你他妈非要去犯贱，去激怒他们。现在好了，这关键时刻你捅出这么大娄子，开除你都是轻的。听到这番话，孙权差点吓得尿裤子。陈总监，我错了，您得救我呀！救你？我他妈都快自身难保了。你现在去买点贵重礼物，赶紧给他们登门道歉。你给我记住了，哪怕你是死，也要求得对方原谅。好，我这就去，就算当狗，我也认了。说完，孙权便急匆匆地朝停车场跑去。此时的我正在家里看手机，这时门外响起一阵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只见孙权笑容满面地站在门口，脚下堆满了大包小包。哥，总算是找到您了，这些是一点小心意，您可千万别嫌弃啊！我眉头一皱，你怎么找到这来了？孙权殷勤地笑了笑，我刚从凤总那边过来，是他告诉我的。哥，我是来登门给您道歉的，之前是我不对，求求您放我一马吧。说完，他一脸紧张地看着我，双腿都在微微颤抖。我淡淡一笑，行了，别在门外站着了，也挺累的，进来跪着吧。好嘞，谢谢哥。跪着。孙权激动的刚想进屋，不过很快就反应了过来，满脸为难的看着我。开个玩笑。到了屋内，孙权这才松了一口气。我的亲哥呀，您可别再搞我了，我真经不起折腾了。您就算真的让我跪下，我也不敢违抗啊。我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那就跪下，光说不做，我感受不到你的诚意。孙权愣了一下，随后他竟然真的扑通一声，笔直的跪了下来。哥，房子这件事已经解决了，总监也把我骂了一顿，是我眼花，我妒忌，我不是人。忽然他朝着自己脸上就是一阵狂抽，用力之猛，看得我都心惊肉跳。求求您高抬贵手，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您这边要是不点头，凤总他会搞死我的。说着他居然哭了起来。现在的他总算认识到了奉天阳厉害之处，原本以为对方只是个富二代，没想到竟是个背景如此恐怖的富二代。得罪了这种狠人，他在龙州也不用混下去了。行了，别在我面前装可怜了，滚吧。孙权瞬间大喜，哥，您这是原谅我了吗？谢谢哥，以后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尽管吩咐，小弟就不打扰您了。说着，他连滚带爬逃了出去。这时，奉天阳的电话打了进来。虎大哥，这件事解决了，龙湖地产低头了。另外，我三叔让我带他谢谢你那天的提醒。哥，您救了我三叔一条命啊！以后只要您一句话，我奉天阳这条命都能给你。电话那边，奉天阳的声音已经哽咽了。他三叔对他视如己出，完全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疼爱，这份恩情太深重了。行了，你怎么还哭上了？你也代我给凤叔叔问个好。好嘞，哥。对了，您上次交代我的事已经办好了，咱们这批房子很快就能变现了。我微微一笑，那最好。挂断电话后，我来到了一家珠宝店。过2天是妻子的生日，上一世我亏欠妻子太多了，当初结婚的时候别说钻戒了。柜台小姐愣了一下，先生，您算是来对地方了，我们这什么钻戒都有，就是没有便宜的。随后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发现我一身的地摊货，脸色瞬间就拉了下来。这款行不行？新来的款式，1克拉，价值3万7，还有这款水滴钻9万多。我摇了摇头，太便宜了，还有没有贵一点的？如今我卡里还有50多万现金，等那批房子一出手，身价瞬间就几千万了，没必要抠抠搜搜的。柜台小姐撇了撇嘴，那这款呢？12万8。我依旧不是很满意，还是太便宜了，还有没有？然而我话没说完，柜台小姐却直接无视我，朝一个肥胖男子走了过去。哎呀，周总，您来怎么也不叫我呀？肥胖男子嘿嘿一笑，这不是看你在跟帅哥搭讪吗？哼，什么帅哥啊，就一个穷屌丝在这装叉，光看不买的货，哪能跟您周总比呀？周总得意的哈哈大笑起来。今天先给我来3个古法金手镯，那个戒指我也要了，算算多少钱？柜台小姐瞬间眼睛都亮了。周总，一共6万8，您稍等，我这就给您包起来。然而当她转身看到我还在这里，瞬间就不爽了。你个老爷们，怎么磨磨唧唧的？买不起就赶紧走吧，别在这碍眼。我冷冷一笑，看向了柜台经理。怎么，经理在你家买首饰是现实的不成？要是这样的话，这戒指给我退了，我去别家看看去。柜台经理正在给我打包戒指，一听这话，他立刻愣住了。小慧，你他妈疯了吧？瞎了你的狗眼！苦先生随手买限量版永恒誓言钻戒，整整50万的大单，你他妈都不接待，你现在是越来越没眼力劲了。我看你是不想干了，赶紧给苦先生道歉。随着经理一声呵斥，柜台小姐整个人都傻了，她张大了嘴巴，满脸都是震惊。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一身地摊货的穷屌丝出手居然如此阔气。抱歉啊，先生，刚才是我态度不好，请您原谅。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道歉就不必了，戒指装好了吧？对于这种势利眼我见多了，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生命。装好了，苦先生，请您收好。经理恭敬地把礼盒递了过来。
那个卜先生，您看能不能加个联系方式呀？我一会想请你吃饭，向您赔礼道歉。我直接头也不回的走了，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这把向来很自信的他给气得直跺脚。半小时后，我来到了前妻的住所，刚好碰到了准备出门的妻女。妈妈，你快看，爸爸来了。女儿看到我来了，满脸都是欢笑。当我抬头看向前妻时，却愣住。只见他身后还站着一个男人，赫然就是上一次警告我远离妻女的那个人，也就是前妻秦小云的表哥张伟雄。他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70、80万的年收入，也算小有成就。看到我的到来，秦小云露出了讶异的神色。我表哥今天休息，然后要带彤彤去动物园，要不你改天再来看彤彤吧，他也好久没出去逛过了。小云，你和他说那么多干什么？现在你和他离婚了，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废物东西，你早干什么去了？现在却猫哭耗子假自卑，充当什么好父亲？晚了！张伟雄一脸铁青的站在我面前，将秦小云母女挡在身后。这是我的家事，跟你无关。你和小云没有血缘关系，我也依旧把你当他表哥。之前你照顾小云，我该谢谢你。可是现在，请收起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你已经越界了。我面色宁静，但是内心却泛起了怒。呵呵，表哥又怎么样？我现在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喜欢小云，以前喜欢，现在更喜欢，我要照顾她一辈子，我要娶她。至于你这个垃圾，有多远滚多远，你不配。说完，他狠狠地推了我一下。秦小云听到这番话，早已经吓得脸色苍白。表哥，你说什么呢？这大庭广众的，你不要胡说八道。要是让人说闲话，那我还怎么做人？小云，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瞒着你了。在你没有嫁给这个畜生的时候，我就暗恋你了。我就是喜欢你，咱们没有血缘关系，是可以在一起的。之前你被这个废物迷得鬼迷心窍，我没有机会靠近你，但现在我可以照顾你和彤彤，我会对你们好的。此时的张伟雄也是豁出去了，竟然当着我的面跟秦小云表白起来。这段时间，张伟雄确实对秦小云照顾有加。在他绝望的那段时期，如果没有张伟雄的帮助，他的处境会更艰难。这要换做任何女人，恐怕早已经沦陷了。可惜秦小云不一样，她内心更多的是感激，从来没想过其他关系。特别是此时，张伟雄居然当着我的面说出这番话，这让秦小云内心很是惊慌。她不断的偷看我的神色变化，似乎是怕我会误会。够了，表哥，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一直是把你当哥哥一样看待，况且你那么优秀，我只是一个二婚女，还带着孩子，不想拖累你。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们就不去了。说完，秦小云带着彤彤就要回屋。小云，你站住！刚才我那些话也只是想气走苦18那个混蛋，没有别的意思。就算你不去，也要想想彤彤啊，她每天在家闷着，会生病的。张伟雄看到秦小云生气了，急忙解释起来。秦小云看到女儿那满是期待的小脸，也很是不忍心。行吧，那就去看看吧。张伟雄瞬间一脸惊喜。好，我带路，咱们这就走。秦小云走到我面前，咬了咬嘴唇。你要是没事，也跟着去吧。彤彤她挺想你的。女儿很是期待的看着我。爸爸，你也一起去吗？我微微一笑。彤彤发话了，爸爸当然要去。随后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动物园。小云只是让你过来陪孩子，你可别想太多。现在你们离婚了，只要有我在，你休想再祸害小云。我冷冷一笑。到底是谁想太多了？你想过没有？7年前小云看不上你，7年后的今天，哪怕我们离婚了，她依旧看不上你。本来我还挺感激张伟雄，在我最混蛋的时候挺身而出照顾小云母女俩，没想到他居然痴心妄想打起了小云娘俩的主意，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张伟雄瞬间大怒：你特么拿什么跟我比？我公司年收入近100万，老子有钱，而你呢，穷狗一个，还欠一屁股高利贷，你这辈子都甭想翻身了。58，你给老子记住了，你特么就是个穷逼，你个废物，给老子提鞋都不配。说完，张伟雄一脸的得意，自认为以他现在的身份和地位，走到哪不被别人高看一眼，女的见了他都得嗷嗷的扑上来。他相信只要持之以恒，秦小云迟早会被他拿下。我一声冷哼：张伟雄，你该不会以为小云和我离婚后就没人要了吧？需要你去可怜吗？那你也太小看小云了。收起你的自负和无知，你这点身价在我这里屁都不是。说完，我便朝女儿那边走去。妈妈，我看不到熊猫了，前面好多人呀。秦小云也感到无奈，因为她力气小，也不能抱着女儿挤进去，怕出意外。彤彤，这里人太多了，要不我们去看大象吧？那好吧，可是我还是最喜欢大熊猫。这时我走了过来。彤彤怎么了？女儿看到我来了，顿时两眼通红。爸爸，我想看大熊猫，可是前面人太多了，我看不到。女儿那副委屈的小样子让我心都碎了。有什么看不到的？爸爸一定让你看到大熊猫。说着，我便举起女儿，让她骑在了我脖子上。女儿满脸欢喜的抓着我的脑袋，就像是找到靠山一样，还调皮的朝她妈妈吐了吐舌头。这一瞬间，秦小云看呆了。曾经，女儿哪怕只是想要一个抱抱，我都是极为抗拒、不耐烦。可是现在，我竟然把女儿举过头顶，扛在了脖子上，还一脸的幸福。这一幕，秦小云从未见过，这才是父爱的体现吧。旁边的张伟雄却是脸色阴沉。呵呵，哪有这样惯孩子的？小云，以后还是少让他接触彤彤，免得被他惯坏了。然而秦小云早已经眼眶通红，嘴里不自觉嘟囔了一句：“这样，好的。”顿时，张伟雄气得牙根都要咬碎了。
看着女儿在她爸爸头顶那开心的模样，秦小云也跟着露出了一抹甜美的笑容。到了傍晚，我们几人都玩累了，准备回家。表哥，你先回去吧，我有话想跟他说。张伟雄皱了皱眉，十分的不爽。行吧，但是小云，你记住了，那混蛋不值得可怜，你可千万不要因为心软再把自己给坑了，知道吗？他这次装模作样的来找你们，肯定没憋什么好屁，你可别中了他的圈套。秦小云微微一笑，知道了，表哥，吃了这么多的苦，受了这么多年的罪，我早就长记性了。你先回去吧，时间也不早了。张伟雄点了点头，有事随时打我电话。说完，他便朝停车场走去。秦小云很快就追上了我和女儿，看着女儿挂着汗渍的小脸蛋，她内心很是满足。这种生活曾是她做梦都向往的。一家三口饭后之余，逛逛公园，出去走走。可是没想到，却是在离婚之后。前2天你去我家做什么？我爸那个脾气，他会打死你的。没事的，我做错了事，让他们老两口失望了，迟早要面对。说到这，我很是惭愧的低下了头。你以后还是少去吧，你要有时间多回老家看看你的父母吧，他们在农村也不容易。还有你弟弟妹妹都在上学，家里开销也大，你爸妈身体又不好。这时秦小云停住了话音，忽然觉得自己管得太多了，而我却是听着内心暖暖的。放心吧，我这2天正准备回趟老家。随后我凝视着他，很是认真的说道：小云，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再不务正业了。面对我那炙热的眼神，秦小云有些不敢和我对视，她红着脸别过了头。好了，这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不用向我保证，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彤彤这边你也不用担心，我前几天涨了工资，争取早点帮你一起还完债。然而当他转过头来，却发现我已经不见了踪影。随后他苦笑了一下，果然他还是老样子，根本听不进去。就在此时，前方一道道惊呼声响起，秦小云本能的朝那边看去，只见我一手抓着一大把气球，一手捧着一个精美的礼物，一脸郑重的朝他走了过来。各位，请帮我做个见证。是就是弥补妻女。看到我搞这么一出，秦小云被吓得措手不及。你疯了，赶紧起来，这么多人看着呢。我眼神温润，很是深情地看着他。小云，对不起，我不奢求你的原谅，我只想证明我知道错了。说完，我便打开了礼盒，一枚鸽子蛋大小的钻戒在夕阳的照射下折射出璀璨的光芒。秦小云瞬间愣住了。小云，结婚的时候我没钱给你买戒指，这是我欠你的。秦小云咬了咬牙，幼稚，你自己在这里耍宝吧，我走了。我急忙追了上去。你赶紧回去吧，我都说了我不要。那你收下这枚戒指，我就回去。秦小云接过戒指，随意丢给了女儿玩。我收了，你回去吧。我叹了口气，看来妻子以前被我伤得太深了，没这么容易原谅我。妈妈，这个戒指真的是钻石做的吗？我听说钻石可贵了。秦小云笑了笑，没说话。她当然不相信这个是真的钻戒，毕竟曾经都已经被我骗麻木了。这时她的手机响了，是她的闺蜜肖安琪打来的，说是约她一起去吃饭逛街。正好秦小云母女玩了一天也饿了，便答应了下来。到了目的地，她才发现肖安琪的男友陈俊也在。小云，咱们可是有好几个月没见面了，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还有彤彤，你又长高了哟，等吃晚饭阿姨给你买漂亮的衣服去。你看你身上这件多旧了，一会赶紧扔了吧。谢谢阿姨，可是我这件衣服是爸爸给我买的，我舍不得扔了。听到这话，肖安琪又把目光看向了秦小云。小云，我听说你跟苦十八离婚了，那个混蛋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是不是真的啊？秦小云苦涩的点了点头。我早说了，那个混蛋就是一个绣花枕头。大学那会你可是咱们学校的校花，追你的人都能排成一条街了。你可倒好，这么多优质男你不选，偏偏选了苦十八那个废物。别怪我说话难听哦，你呀，当初就是太单纯无知了，才会信了那个废物的花言巧语。然而他这番话说下来，秦小云还没来得高兴了。肖阿姨，我不准你这样说我爸爸，你再说我爸爸的坏话，我和妈妈就走了。肖安琪愣了一下，随即哈哈笑了起来。好，阿姨不说了，你看你个小可爱，还生上我的气了。随后几人吃完了饭，便在街上逛了起来，不知不觉就进到一家珠宝店内，看到琳琅满目的珠宝，这两个女人眼睛都泛着光芒。秦小云也很是喜欢，可惜她知道这跟她毫无关系，买不起也用不到。小云，你看这戒指怎么样？挺好看的，很适合你。柜台小姐也是一脸笑容的夸赞起来。小姐，这枚戒指是最新款，刚从南非运过来的红宝石戒指，很符合小姐您的气质哦。听到众人的夸赞，肖安琪瞬间心动了。这款戒指多少钱？你好，小姐，这款戒指售价是57000块。听到这价格后，肖安琪迟疑了。她是一名瑜伽老师，一个月工资最多就7、8千，这个价位的戒指对她来讲还是太奢侈了。她回过头，撅着嘴看向了她的男友陈俊，很是豪气的嘿嘿一笑。你喜欢那就买下来吧，我正好也想给你一个惊喜。肖安琪瞬间大喜，亲爱的，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美丽的女士，您太幸福了，男朋友这么帅，对你那么好，您就是人生赢家呀。听着柜台小姐恭维的话，肖安琪很是得意的看向了秦小云。小云，看到没有，找对了男人，真的可以治愈你的一生。为了小云，也不能让你陪我白来一趟。你看这枚戒指也不错，才6000块，我让阿俊也给你买下来吧。秦小云一听，连忙摇头，恩琪，不用了，真的。肖安琪却是一脸的坚持，别说了，听我的，香姐，麻烦你帮我把那枚戒指也包起来。秦小云还没来得及拒绝，彤彤却从口袋里掏出了那枚我送给秦小
小云的钻戒。肖阿姨，我妈妈有戒指，不用你买，这是我爸爸今天送给我妈妈的。肖安琪愣了一下，接过那枚戒指看了一眼，随后一脸鄙夷的往柜台上一扔。小云啊，苦18那个人渣就知道买这种10块钱的假东西糊弄你，也就是你傻。然而柜台小姐突然面色一变，一脸的惊讶。小姐，我能看看这枚戒指吗？肖安琪冷冷一笑，你喜欢啊，那就送你吧，假货一个，玻璃的。随后他便叫陈俊去买单，自己则拉着秦小云就要去买衣服。柜台小姐瞬间吓得脸色苍白。小姐，您等一等，这戒指您忘记拿了。我不是说送给你了吗？小姐您可别开玩笑了，这枚戒指几10万，我哪里敢要呀？能看一眼就很满足了。这话直接把肖安琪几人惊呆了。什么几10万？你没开玩笑吧？这就一个玻璃珠，你还真当钻戒了？这戒指就是我姐妹那个不要脸的前夫送的地摊货。小姐，我刚才鉴定过了，这枚戒指就是在我们这卖出去的限量版永恒誓言钻戒，价值50万。顿时他的话宛如重磅炸弹爆炸一般，直接把肖安琪震呆了。秦小云更是一脸的不可置信。小云，苦18那个混蛋是不是从哪里偷来的这枚戒指啊？这个畜生，他真是要作死啊！然而他话刚说完，又被柜台小姐打脸了。小姐，我看您是误会了，这枚永恒誓言钻戒就是一位叫苦18的先生购买的，我们这还有购买档案记录。此话一出，肖安琪犹如石化了一般，彻底的愣在了原地。而另一边，我刚到家就接到了肖天豪打来的电话。苦大哥，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帮个忙，顺便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我愣了一下，行，你在哪？10分钟后，我打车来到了他说的那家酒店。苦大哥，你总算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龙州新区工行副行长吴松林。吴行长，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苦18苦大哥。我微微一笑，伸出了手。吴行长你好。吴宗林见我是打车来的，脸色瞬间就有些不对劲了。你好，咱们进去再说。这一幕让旁边的肖天豪尴尬到了极致。苦大哥，你别见怪啊，这家伙最近压力大，做不出业绩，所以走吧，先进去再说。酒店内，吴宗林正在打电话，脸色很是难看。一群饭桶，都半年了，连他们5000万业绩都搞不定。一阵骂骂咧咧后，他这才挂断了电话。不知道苦先生在哪里高就呢？我不卑不亢的笑了笑。我吗？目前还在家里蹲。吴宗林愣了一下，没有说话，场面极其尴尬。肖天豪赶紧清了清嗓子。苦大哥，这次请你来呢，其实是想请你帮个忙。吴行长是我的好朋友，你也听到了，他最近还差那么一点业绩。你看你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在他们银行里存点资金呢？你放心，利息绝对让你满意。我愣了一下，要是早几天，我手里确实还有700多万，但是现在那笔钱已经买了那批房产，我现在是连1万都拿不出了。阿豪，不瞒你说，我现在手里也没现金啊，不好意思啊，我先上个厕所，有点急。吴宗林见状冷冷一笑，老肖，你那个吹牛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我还以为你这朋友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原来就是个穷屌丝。这一句话彻底把肖天豪给激怒了。我吹你老莫，我他妈忍你很久了，那是我大哥，你在嘲笑。副行长当看到我手机里那条1.5亿的到账短信时，差点眼珠子都瞪了下来。没一会我便上完厕所回来了，却发现吴宗林突然点头哈腰的迎了上来，这把我都给整了圈了。这家伙刚刚不是挺傲慢的吗？怎么我上个厕所的功夫就变成这副德行了？苦先生，您慢点，小心地滑。随后他便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站在了我面前。吴行长，你这是？苦先生，我想给您道个歉，刚才是我怠慢您了，请您不要放在心上。我愣了一下，吴行长，你严重了，坐下说话吧。好嘞，谢谢苦先生。正当我纳闷的时候，这才注意到我手机里的那条短信，原来是我那批房子卖掉了，奉天阳给我转了钱过来，共计1.5亿。我似笑非笑的看了吴宗林一眼，估计这家伙刚刚看到了这条短信，难怪变脸如此之快。吴行长，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有话我就明说了吧。你缺少的业绩我可以帮你补上，但我有件事需要请你帮忙。吴宗林听完瞬间大喜，行，苦先生，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只要我能办到，我现在就去给你办了。我微微一笑，现在不急。苦大哥，咱们边吃边聊吧，我这就叫服务员上菜。酒店大堂内，一个浓妆艳抹、颇有几分姿色的女子正一脸惊叹的四处观看。天哪，这也太高档了，我还从来没来过这么高档的酒店餐厅呢。说着，她还拿起手机自拍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几人用完餐正好从楼上下来。当看到眼前那个正在自拍的女子时，我瞬间愣住了。是她，安萍萍，上一世把我害得家破人亡的那个女主播。在我为她刷礼物花光存款那一刻，她便直接把我拉黑了。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了她。苦18，怎么是你？天哪，你不会是跟踪我到这里来的吧？你卖房给我刷礼物那都是你自愿的，谁让你打肿脸充胖子？你赶紧给我滚，不然我叫保安了。这是你一个下等人能来的地方吗？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怎么，你一个3流女主播，什么时候就成了上等人了？你都能来的地方，我为什么就不能来？你放屁！我是跟张良张总进来的，跟你这个穷鬼能一样吗？肖天豪两人也是听得直皱眉头，还当是遇到神经病了。这时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走了过来。萍萍，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见到来人，安萍萍眼睛里都泛着桃花，态度瞬间翻天转变。亲爱的，没事。没事就好。这时他有些惊讶地看向了吴宗林。吴行长，你怎么也在这里？张总，真是好巧啊！我正好和几个朋友在这里谈业务，怎么样？张总张大股神，我们正好去喝茶，你要不要一起？眼前这个张良在股票圈子里可是个风云人物，现在身价至少3个亿了。
张良扫了我和萧天豪一眼，神色立马冷漠了下来。他可不想跟一群无名人士浪费时间。今天这边有宴会，咱们直接去宴会大厅吧。郑总和王总也在。吴宗林愣了一下，随后看向了我和萧天豪。苦先生，老萧，咱们也一同进去吧，都是朋友，互相认识一下，也能多条路。我点了点头。张良没有理会我和萧天豪，而是和吴宗林攀谈起来。宴会厅内，随着张良的到来，周围的人都迎了上来。哎呦，股神大驾光临了！张总，你最近的动向可是很神秘啊，听说又捞了一笔啊，也带我呗。张总，这个月1个亿的小目标完成了吧？各位老总就别寒碜我了，小弟能挣点小钱也纯粹是侥幸。张良虽然心里听得受用，但也不敢托大，当场便和诸位老总开起了玩笑。哎呀，吴行长也来了，今天还真是英雄广聚啊！吴行长，你身边这2位是你的下属吧？能跟着你到这里来，想必应该是左膀右臂啊。吴宗林听得眉毛狠狠一跳，赶紧看了我一眼，生怕我不高兴。来，我给诸位介绍一下，这位是萧天豪萧总，之前是做贷款业务的。听到这话，众人眼中划过一抹不屑之色。毕竟贷款行业在他们圈子里口碑不太好，私人贷款这一行也很难融入他们这些金融大亨的圈子。吴宗林见状再次补充道：“最近萧总也算成功转型了，在天海集团股票中狂捞600万，上次茅台脱销，他更是提前囤了1000瓶。”吴宗林明知故问道：“老萧，茅台那次你赚了多少？”萧天豪当然知道这是吴宗林在给他脸上贴金，小1000万吧，不值一提。果然，一听这话，诸位老总们的态度瞬间就不一样。原来是萧总啊，上次提前囤茅台赚钱和完事的就是您啊！抄底天海集团股票的那位神秘人，原来就是萧总您啊！神人，真的是神人啊！看来咱们这龙舟又多了一匹黑马啊！一时间，诸位老总的奉承话都不要钱似的砸了过来。这时，吴宗林清了清嗓子，表情都严肃了起来。接下来，这位苦先生，我可要给各位隆重的介绍一下。然而他话没说完，就被安萍萍打断了。各位老总，这位苦先生还是我来给大家介绍吧，这里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安萍萍阴阳怪气的笑了笑。各位，此人叫苦18，之前是个小小的公职人员，后来沉迷赌博输了个倾家荡产，把家里的亲戚都骗光了。你们可千万擦亮眼，别被这个穷屌丝装出来的人模狗样给骗了。一旦和他认识，只怕第一件事就是找你们借钱啊！听到这话，众人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震惊和鄙夷，然而我却只是微微一笑。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个赌徒屌丝，完全正确。那么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咱们俩又是什么关系？你的职业是做什么的呀？要不你也给诸位讲讲看。此话一出，安萍萍瞬间脸色发白。她本身就是一名3流娱乐女主播，仗着有几分姿色才能靠近张良这种大人物，在这些老总们的圈子里的确不怎么光彩。这时，张良冷哼了一声：“她是我女朋友，没有职业。如果非要说，那就是我的私人助理。至于她和你什么关系，那你要问问我同不同意你们有关系。我若点头，你们顶多算一面之交；我不点头，你多看她一眼都不行。我的话，你听懂了吗？”我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张总这话说的有趣，但可惜我听不懂。我只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鱼配鱼，虾配虾，乌龟配那啥。萧天豪听完哈哈大笑起来。苦大哥，配王吧就配王吧，你直接说呀，藏着掖着做什么？周围的老总听到后也忍俊不禁，这话把安萍萍气得满脸通红。放屁！你特么算个什么东西，能跟苦18这种穷逼在一起？你也就是弥补妻女。看到我搞这么一出，秦小云被吓得措手不及。你疯了，赶紧起来，这么多人看着呢。我眼神温润，很是深情地看着他。小云，对不起，我不奢求你的原谅，我只想证明我知道错了。说完，我便打开了礼盒，一枚鸽子蛋大小的钻戒在夕阳的照射下折射出璀璨的光芒。秦小云瞬间愣住了。小云，结婚的时候我没钱给你买戒指，这是我欠你的。秦小云咬了咬牙，幼稚，你自己在这里耍宝吧，我走了。我急忙追了上去。你赶紧回去吧，我都说了我不要。那你收下这枚戒指，我就回去。秦小云接过戒指，随意丢给了女儿玩。我收了，你回去吧。我叹了口气，看来妻子以前被我伤得太深了，没这么容易原谅我。妈妈，这个戒指真的是钻石做的吗？我听说钻石可贵了。秦小云笑了笑，没说话。她当然不相信这个是真的钻戒，毕竟曾经都已经被我骗麻木了。这时她的手机响了，是她的闺蜜肖安琪打来的，说是约她一起去吃饭逛街。正好秦小云母女玩了一天也饿了，便答应了下来。到了目的地，她才发现肖安琪的男友陈俊也在。小云，咱们可是有好几个月没见面了，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还有彤彤，你又长高了哟，等吃晚饭阿姨给你买漂亮的衣服去。你看你身上这件多旧了，一会赶紧扔了吧。谢谢阿姨，可是我这件衣服是爸爸给我买的，我舍不得扔了。听到这话，肖安琪又把目光看向了秦小云。小云，我听说你跟苦18离婚了，那个混蛋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是不是真的啊？秦小云苦涩的点了点头。我早说了，那个混蛋就是一个绣花枕头。大学那会你可是咱们学校的校花，追你的人都能排成一条街了。你可倒好，这么多优质男你不选，偏偏选了苦18那个废物。别怪我说话难听哦，咦呀，当初就是太单纯无知了，才会信了那个废物的花言巧语。然而他这番话说下来，秦小云还没来得高兴了。肖阿姨，我不准你这样说我爸爸，你再说我爸爸的坏话，我和妈妈就走了。肖安琪愣了一下，随即哈哈笑了起来。好，阿姨不说了，你看你个小可爱，还生上我的气了。随后几人吃完了饭，便在街上逛了起来，不知不觉就进到一家珠宝店内。看到琳琅满目的珠宝，这两个女人眼睛都泛着光芒。秦小云也很是喜欢，可惜她知道这跟她毫无关系，买不起也用不到。小云，你看这戒指怎么样？
挺好看的，很适合你。柜台小姐也是一脸笑容的夸赞起来。小姐，这枚戒指是最新款，刚从南非运过来的红宝石戒指，很符合小姐您的气质哦。听到众人的夸赞，肖安琪瞬间心动了。这款戒指多少钱？你好，小姐，这款戒指售价是57000块。听到这价格后，肖安琪迟疑了。她是一名瑜伽老师，一个月工资最多就7、8千，这个价位的戒指对她来讲还是太奢侈了。她回过头撅着嘴看向了她的男友陈俊，很是豪气的嘿嘿一笑。你喜欢那就买下来吧，我正好也想给你一个惊喜。肖安琪瞬间大喜，亲爱的，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美丽的女士，您太幸福了，男朋友这么帅，对你那么好，您就是人生赢家呀！听着柜台小姐恭维的话，肖安琪很是得意的看向了秦小云。小云，看到没有，找对了男人，真的可以治愈你的一生。对了，小云，也不能让你陪我白来一趟。你看这枚戒指也不错，才6000块，我让阿俊也给你买下来吧。秦小云一听，连忙摇头，恩琪，不用了，真的。肖安琪却是一脸的坚持，别说了，听我的，香姐，麻烦你帮我把那枚戒指也包起来。秦小云还没来得及拒绝，彤彤却从口袋里掏出了那枚我送给秦小云的钻戒。肖阿姨，我妈妈有戒指，不用你买，这是我爸爸今天送给我妈妈的。肖安琪愣了一下，接过那枚戒指看了一眼，随后一脸鄙夷的往柜台上一扔。小云啊，苦18那个人渣，就知道买这种10块钱的假东西糊弄你，也就是你傻。然而柜台小姐突然面色一变，一脸的惊讶。小姐，我能看看这枚戒指吗？肖安琪冷冷一笑，你喜欢啊，那就送你吧，假货一个，玻璃的。随后他便叫陈俊去买单，自己则拉着秦小云就要去买衣服。柜台小姐瞬间吓得脸色苍白。小姐，您等一等，这戒指您忘记拿了。我不是说送给你了吗？小姐，您可别开玩笑了，这枚戒指几10万，我哪里敢要呀？能看一眼就很满足了。这话直接把肖安琪几人惊呆了。什么几10万？你没开玩笑吧？这就一个玻璃珠，你还真当钻戒了？这戒指就是我姐妹那个不要脸的前夫送的地摊货。小姐，我刚才鉴定过了，这枚戒指就是在我们这卖出去的限量版永恒誓言钻戒，价值50万。顿时，他的话宛如重磅炸弹爆炸一般，直接把肖安琪震呆了。秦小云更是一脸的不可置信。小云，苦18那个混蛋是不是从哪里偷来的这枚戒指啊？这个畜生，他真是要作死啊！然而他话刚说完，又被柜台小姐打脸了。小姐，我看您是误会了，这枚永恒誓言钻戒就是一位叫苦18的先生购买的，我们这还有购买档案记录。此话一出，肖安琪犹如石化了一般，彻底的愣在了原地。而另一边，我刚到家就接到了肖天豪打来的电话。苦大哥，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帮个忙，顺便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我愣了一下，行，你在哪？10分钟后，我打车来到了他说的那家酒店。苦大哥，你总算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龙州新区工行副行长吴松林。吴行长，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苦18苦大哥。我微微一笑，伸出了手。吴行长，你好。吴宗林见我是打车来的，脸色瞬间就有些不对劲了。你好，咱们进去再说。这一幕让旁边的肖天豪尴尬到了极致。苦大哥，你别见怪啊，这家伙最近压力大，做不出业绩，所以走吧，先进去再说。酒店内，吴宗林正在打电话，脸色很是难看。一群饭桶，都半年了，连他们5000万业绩都搞不定。一阵骂骂咧咧后，他这才挂断了电话。不知道苦先生在哪里高就呢？我不卑不亢的笑了笑。我吗？目前还在家里蹲。吴宗林愣了一下，没有说话，场面极其尴尬。肖天豪赶紧清了清嗓子。苦大哥，这次请你来呢，其实是想请你帮个忙。吴行长是我的好朋友，你也听到了，他最近还差那么一点业绩。你看你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在他们银行里存点资金呢？你放心，利息绝对让你满意。我愣了一下，要是早几天，我手里确实还有700多万，但是现在那笔钱已经买了那批房产，我现在是连1万都拿不出了。阿豪，不瞒你说，我现在手里也没现金啊，不好意思啊，我先上个厕所，有点急。吴宗林见状冷冷一笑，老肖，你那个吹牛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我还以为你这朋友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原来就是个穷屌丝。这一句话彻底把肖天豪给激怒了。我吹你老莫，我他妈忍你很久了，那是我大哥，你在嘲笑。不敢跟我赌一把？张良瞬间满脸的不屑。跟我赌？你什么档次？我随便一根手指都能碾死你1万次，你拿什么跟我赌啊？在这个圈子里，谁不知道我股神张良的名头？你也配跟我玩？吴宗林轻咳了一声，张总，这我就要替苦先生说句话了。最近天海集团股票那件事，唯一赚到钱的2个人，除了肖总，另外一个就是这位苦先生了。茅台突然暴涨，苦先生也提前囤了货。我听肖总说，他之所以能赚钱，都是这位苦先生带他的。一听这话，在场的众人都露出震惊之色，张良更是眉毛一跳。天海集团股票那件事，他也出手了，但是他选错了方向，还赔了几百万进去。他不相信，连他这个股神都赚不到的钱，却被一个无名小卒给赚到，肯定是懵的。年轻人，你运气不错，但别太张扬了，在我们这些老前辈面前，你这点成绩啥也不是。我微微一笑。张总此言差矣，金融圈子可不是看年龄赚钱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广场的大爷大妈们早就成了世界首富了。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子，光靠嘴巴可不行，一切都要以实力说话。眼看现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吴宗林赶紧打起了圆场。张总，我看这件事就没必要较真了吧？苦先生他……然而他话没说完就被张良给打断了。吴行长，你要是不想招惹麻烦，那就乖乖给我把嘴闭上。随后他冷冷地看向了我。苦18是吧？刚才你说要跟我赌一把，行啊，你想怎么个赌法？
既然张总号称股神，那咱们就玩一玩股票吧。张良闻言哈哈大笑起来。吴宗林听到我要跟张良赌股票，忍不住深深叹了一口气，似乎在他们眼里，我这种行为就是在自取其辱。有意思，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有人要跟我张良赌股票。好啊，一会就要开盘了，咱们就各自选择一只股票，看看谁的涨幅更大。我自信的笑了笑。不过张总就这么干完，可没啥意思，再加点彩头如何？我的这句话宛如重磅炸弹一般在人群中炸开了。硬碰硬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加彩头，这也太不把股神张良放在眼里了。实际上，我也确实没把他放在眼里。我现在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别说是一个小小的张良了，就算是巴菲特来了也得跪。张良怒极反笑起来：“小子，你还真有种，还从来没人敢跟我说这样的话。加多少？你说个数。”我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就加个3000万吧，太多的话，我怕你玩不起。”这话瞬间把张良激怒了。3000万太少了，要玩就玩大一点，5000万吧，少了这个数，你他妈就给我滚蛋！说完，他便直接写下了一张5000万的支票。小崽子，轮到你了，拿出你的资本，别只靠一张嘴跟我比钱，老子砸死你，这就叫实力。安萍萍看到那张5000万的支票，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她知道张良有钱，但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有钱。我不急不缓地从口袋掏出了韩天正送给我的那枚扳指。这枚扳指现在最少价值6000万，我的筹码大你1000万。你在天虹区有一家酒店产业对吧？差不多就多出这个价格。张良愣了一下，随后哈哈大笑起来。安萍萍更是一脸讥讽地看着我。真是笑死个人了，一个破戒指还6000万，朴18，我真没想到当初会给你带了这么大的伤害，你这都精神错乱，开始胡言乱语了。说完，他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就像是在看一个精神病患者一样。小子，你要是没钱的话就说一声，我给你个机会，学2声狗叫让大伙听听，一声我算你10万筹码。说完，张良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他身后几位老总也都跟着笑了起来。你不信的话，可以找一个懂行的做个鉴定。吴宗林见我依旧从容淡定，丝毫不虚，他不禁心中一动，随即便掏出手机拨打电话。10分钟后，一位儒雅的老者来到了现场。朱老，您可是咱们龙州的2品鉴定师，要不您给长长眼，看看这扳指到底值多少钱？朱老点了点头。然而原本一脸平淡的老者，在接过扳指的瞬间，突然双眼凸起，表情凝重，连呼吸都变急促了，脸上更是浮现出激动的红晕，两只手也跟着剧烈的颤抖起来。老先生，凑合看看就得了，别当真。这个破戒指估计就是那个穷比从夜市买了糊弄人的。放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你懂什么？闭上你的狗嘴！朱老突如其来的一句怒斥，吓得安萍萍本能的闭上了嘴巴。张良却是眉头一皱：“朱老，你这是几个意思啊？”朱老深吸了一口气：“这扳指包浆古旧，工艺惊人，通体是祖母绿的翡翠，内环可以看到龙形虚影。万万没想到，明太祖失传了这么多年的贴身扳指，居然能让我亲眼看到。”朱老的语气激动到震颤，令在场众人无不震惊失色。小兄弟，你这扳指是否有兴趣出手？最低价不少于8000万。我微微一笑，改日详谈。张良一脸不可置信看着朱老。朱老，你确定这扳指真的价值8000万？朱老却是满脸严肃：“我以个人信誉担保，绝对错不了。而且我说的8000万也只是保守估计，一旦上了市面，遇到合适的收藏家，怕是1个亿都说低了。”顷刻间，朱老这番话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全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安萍萍更是呆滞了许久才反应过来。此刻的他连肠子都悔青了，要是以前多点耐心，继续哄着这个臭屌丝给自己刷礼物，那不是早就起飞了。好你个苦18，当初跟我哭穷，原来都是你装的啊，你个骗子！安萍萍顿时气急败坏，指着我一顿破口大骂：“关你鸟事！你是脑子进水了吧？滚一边去！”说完，我也懒得理会他，而是看向了张良。怎么样，张总，可以开始了吧？此时的张良也刚从震惊中缓过神来。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等宝贝，但很可惜，接下来这枚扳指就要归我了。我冷冷一笑：“张总，现在你的筹码可不够，你得把你旗下的那个酒店也搭上。你要实在舍不得，那就先写一个欠条吧。”混账！我张良还需要写欠条吗？我那家酒店连带房产至少价值1700万，我现在就写支票。说着，他一脸不屑，很是豪爽的又写了一张支票。此时的张良自信满满，说到炒股，他还没怕过谁，在他眼里，我纯粹就是来给他送钱的。随后，众人来到了一间会议室内，这一局高达7、8千万的超级豪赌，瞬间将在场的老总们都吸引了过来。苦大哥，我还真想看看这个姓张的，一会输了会是个什么表情？放心，一会包你看个够。在场这么多人，估计也只有萧天豪会相信我能赢。说完，我们两人相视一笑。两个垃圾，口出狂言，等会有你们哭的时候。安萍萍这话瞬间把萧天豪激怒了。臭娘们，你这种档次的货色，谁他妈能瞧上你？谁才是真的丢人？什么品味啊？也配跟我做一个桌子？狗屁的股神，老子教教你什么叫享受。说着，萧天豪一个电话打了出去。很快，一个身材火辣、皮肤白皙的女子走了过来，1米7的身高，浑圆丰润，把在场的老总们看得直流口水。豪哥，人家来了。萧天豪一脸挑衅的看着张良，看到没有，这才叫女人。你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找女人的眼光却是连狗都不如。这把安萍萍气得满脸涨红，
却又无力反驳。此刻张良的脸上也挂不住了。对比之下，安萍萍的姿色的确一般，越是对比，他就越失去了兴趣。小姐，我是张良，浩峰集团的执行董事，能否认识一下？张良眼神充满了热切，馋得够呛，都快望眼欲穿了。算了吧，看你面相，我不喜欢。张良眉头一皱，隐隐来了火气。我可以给你钱，很多钱。女人有些嫌弃地瞥了张良一眼。行啦，肖总给我每个月20万，你得给我200万才行，因为我不喜欢你。钱给够，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走。然而这让张良没法接下去了，只要开口，面子可就丢大了。堂堂股神，完全被人看不起，居然要沦落到花比别人多10倍的钱才能找女人的地步，这不是冤大头是什么？嘿，孬种，没钱还能装？张良却是冷冷一笑，随后看向了我。再加个彩头如何？如果这一局我赢了，这个女人今晚跟我走，随我处置。说完，张良一脸阴狠地看了那个。股市大盘已经开了，你我各自选择一只股票，谁的涨幅更大，谁就赢了。说完，张良便掏出7000万的支票放在了桌上，我也把我那没价值近亿的扳指拿了出来。随后我们两人各自紧盯着电脑屏幕，很快一只股票映入了我的眼帘，蓝鲸股份。根据我的预知能力，这只股票先会经历暴跌，然后会一路疯涨直至涨停。可惜这一次涨停后就风平浪静了，不过用来跟张良对赌倒是刚刚好。我选蓝鲸股份。随着我话音落下，周围的金融老总全都一愣，随后露出了嘲笑之色。这只股票已经半年没动静了，庄家既没有洗盘，也没有故意调整，说白了这就是一只死股。哎，年轻人啊，就是太浮躁了，什么都敢玩。我还以为这个普什巴有什么大本事呢，原来就这啊！看来他这枚价值近亿的扳指是输定了。呵呵，姜还是老的辣，你看人家张总选的可是增豪集团股份，公司业绩屡创新高，走势更不用说了，几乎可以做到100%涨。张良听到之后也是眉头一皱，一脸的傲然讥讽。人家普什巴可是黑马，当然有自己的独特眼光，他能提前囤茅台，还能知道天海集团股份会暴涨，这不都是神仙本领吗？万一涨了呢？说完，张良便是一阵哈哈大笑。果然，没一会，我选中的蓝鲸股份直接跌停了，一瞬间仿佛印证了所有人的猜测。我的天哪，这小子是真糟蹋钱啊！人家钱多，就是喜欢刺激，可惜刺激够了，钱也归人家张总了。股市里不乏出现奇迹，可惜奇迹终归是奇迹，只存在于1/1000的概率，还是乖乖认输吧。现场的嘲笑声越来越激烈，吴宗林和萧天豪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涨了，快看张总选的尊豪股份。随着众人的惊呼，张良选择的股份迎来了一大波高涨，对比之下高下立判。小崽子，你这只破烂死股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这扳指是我的了。还有那个女人，你不是不喜欢老子吗？现在立刻滚过来，趴在地上舔老子的血，直到舔干净为止。说完，张良犹如一个变态一般狂笑不止，安萍萍也跟着冷笑起来。小姑娘，别忘了还有我的血哦。不过我要你舔我的鞋底。萧天豪叫来的那个女人顿时被吓得脸色苍白。豪哥怎么办？帮帮我！突然，吴宗林激动地大喊起来：涨了！卧槽，涨起来了！吴行长，你这反应速度也太慢了，我们都看到了，张总选的增豪股份涨了好多呢。是啊，我们都一直在盯着呢，你这也太大惊小怪了。不是，快看苦先生选的。随着他话音落下，众人都把目光投到了我的电脑屏幕上，一瞬间，所有人双目圆睁，连呼吸都快停滞了。涨了，真的涨了！天呐，而且还是暴涨，一路飙升，太猛了！我尼玛，这不是在做梦吧？快闪醒我！如此凶猛的疯涨，化作了惊涛骇浪，直接把蓝鲸股份推到了涨停板上。从跌停到涨停就是瞬息几分钟的事，而出现的结果却是惊天巨变。在场的人都张大了嘴巴，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刚刚嘲笑我的那几位老总更是脸都被打肿。此刻的张良满脸青筋，阴沉的脸色都快滴出水来了。他整个脸都贴在了屏幕面前，恨不得钻进去看个清楚。短短的几分钟，他就输掉了接近7000万，那可是7000万啊！这笔现金完全可以让一个流浪汉的身价瞬间跻身为顶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逆天走势，完全没有任何预兆啊！这也太变态了吧！张总这回算是栽了一个大跟头了。这一刻的我在众人眼中宛如神明一般，让人打心底敬佩。我起身将桌上的扳指和张良那2张支票全部都收入了囊中。感谢张总的大力支持。说完，我便准备转身离去。慢着！张良大喊了一声，脸色红得都快滴血了，整个人看上去十分的狰狞。输了这么多钱，他杀人的心都有了，但很快他又冷静了下来。现场这么多人看着呢，他要是反悔，那可就名誉扫地了，以后也不用在龙州混了。见张良突然又沉默下来，安萍萍急眼了。张哥，那可是7000万啊，你赶紧要回来啊！你都说要给我买一款爱马仕包包，从那7000万里随便抽一个零头都够了，你快！然而他话没说，就被张良一个巴掌狠狠地抽翻在了地上。张良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了这一巴掌上，用力之狠，把安萍萍刚整完的鼻子都给打歪了。给我闭嘴！你个晦气东西，你再说一句，老子打断你的狗腿！安萍萍捂着歪了的鼻子，吓得再也不敢吭声了。你不说我都忘记了，我赢了，可以军训他3分钟。张总，你该不会是玩不起吧？放屁！我张良会玩不起。说完，他冷冷地瞥了安萍萍一眼，只是一个眼神，吓得安萍萍笔直地跪在了地上。行吧，那就跪3分钟，没到时间不准起来。说完，我这才满意地转身离去。见我已经走远，张良一把抓住安萍萍的头发往外拖，几位老总看得直叹气。看来这个女人今天要被他折磨得够呛。那可不，张总几分钟输了7000万，甚至会影响他公司资金的周转，他这不得找个人来发泄吗？第二天，我来到了一间豪华办公室，一旁的萧天豪则是满脸紧张的期待之色。虎大哥，你说的原油真的靠谱吗？我微微一笑，
放心吧，你跟着我梭哈就行了，一会带你起飞。这些年，原油的走势都被世界级的资本所控制，比如传说中的罗尔斯家族、傻特家族，乃至沃尔顿家族，随便拎出一个都是富可敌国的存在。但是这一次，我要用我预知未来的能力来一个虎口拔牙。这时，吴宗林带着2个年轻男女走了进来。古先生，事情都办妥了，这2位是本地最优秀的操盘手，还有杠杆这边，我帮你做到了20倍杠杆，这也是我的能力极限了。我自信的笑了笑，我手里现在有2亿资金，20倍的杠杆，也就是说把2亿的本金杠高20倍，变成40个亿。吴行长，你别紧张，相信我，剩下的交给我就行。哈哈，杠高到20倍，你那几个亿也就是一个浪花都用不上的事，紧张的应该是你，我可不紧张。虽然吴宗林嘴上这么说，但我却看到了他的双腿正在隐隐的颤抖。也难怪，如果我操作原油期货出了问题，那他这个副行长也干到头了。电脑桌前，我一脸认真的盯着屏幕。接下来你们尽数听我指挥，迅速查近期原油价格。好的，库先生，近期原油价格是29美元一桶，并没有太大的浮动。我沉思了片刻，按照现在的价格，本金带杠杆，全部买涨，全部梭哈。此话一出，2个操盘手眉头一挑，连手都在哆嗦。纵然心里早有准备，但也是听得心神颤动。这可是40亿啊！萧天豪也跟着买了3000万，不过他胆子小，可不敢玩杠杆。交代完一切，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等待了。随后我便来到了楼顶吹吹风，萧天豪见状也跟了上来。办公室内，2个操盘手经历了心惊肉跳的一幕，心中百感交集。行长，这个人到底是谁啊？那么年轻，居然有2亿的资金。吴宗林淡淡一笑，他是谁不重要，如果成了，你们可以笑他古总；如果败了，那就笑他小苦就行了。女孩陷入了思考，表示持悲观态度。我感觉胜算微乎其微，这2个亿大概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吴宗林听完也是心头一沉，这女孩是金融行业里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在圈子里小有名头，她的分析必定不会太差。而且这是国际大盘，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要没什么大事件，这原油期直接将2亿本金杠杆20倍，全部梭哈原油期货。就在众人都以为我疯了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行长，出大事了！你们快看，刚刚出来的新闻，世界第3油田中东油田关闭了，油田失火，油管爆炸了。什么？一听这话，吴宗林双目圆睁，直接愣在了原地。那谁？不行，我腿有点软，快给我！快给我！我要！吴宗林已经激动得语无伦次，随即他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这才稍稍冷静下来。快给我查一下，我要知道苦先生是买的哪个盘。2个操盘手这才猛然惊醒，全都瞪大了眼睛凝视着屏幕。涨了，苦先生买的是中东油田的盘，每桶涨了0.3美元，而且还在涨。男操盘手梗着脖子，嘴巴一张一合的颤抖着。下一秒，他直接激动地从凳子上跌了下来。涨了，又开始涨了，特么的涨飞了。而那个女操盘手更是目瞪口呆，震惊的连眼角都快裂开了。屏幕上，原油期货还在疯涨，眼下已经从29美元一桶涨到了32一桶了。这时，我和萧天豪也回来了。当看到原油期货疯涨的时候，萧天豪连眼睛都红了，整个人都在疯狂颤抖。随即他赶紧掏出了降压药，连吃了好几片，这才没晕过去。而我却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屏幕，依旧静若平湖。没一会，原油的价格已经从原本的29美元攀升到了恐怖的50美元。这一刻，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已经麻木了。如此夸张的涨幅，让萧天豪激动得满头冷汗。他一遍又一遍地问着我什么时候抛售，而我却是闭上眼睛没有说话。这把萧天豪吓得不敢有任何动作。涨到60美元了。随着操盘手的一声大喊，我这才睁开了双眼。全部抛售。苦先生，这势头还能涨？您确定吗？操盘手很是不解，吴宗林却怒了。问什么问？让你抛售就抛售，还不快点！2个操盘手一愣，随后赶紧开始了挂单抛售。不到一会，挂上去的单子就被一扫而空。苦先生，单子全部被秒了，我们这边计算完毕，除去佣金和成本，一共赚了。纵然有了心理准备，但是看到账户上的金额，操盘手还是被震撼到了极致。苦先生，您一共赚了42亿多。吴宗林瞬间激动得浑身颤抖。恭喜苦先生跻身于我华夏100大首富排行，以您现在的资产，已经跨入100名序列。我却只是淡淡一笑，那些对我来说不重要。吴行长，感谢你的信任，作为回报，我会在贵行存入20亿资金定期。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这笔资金我不会轻易动用。但是在我需要的那一天，也希望吴行长能痛快一些。随着我话音落下，吴宗林整个人都要亢奋的炸掉了。这笔巨资要是存入他们银行，那他这个正行长的位置可就实拿实稳了。苦先生，矫情的话我就不说了，我吴宗林他们哪天要是办差了事，您就用这只手抽我，往死里抽！说着，吴宗林声音都开始哽咽了。他这个年纪，距离退休也没几年了，在临退休前还能升职，这可是梦寐以求的呀！我给他的这个机会，无异于恩同再造了。老吴啊，你这句话就很矫情了。苦先生，如果您不嫌弃我老的话，我也想叫您一声苦大哥。您对我的恩情，我微微一笑。
好了，老吴，你心情我都理解，明天吧，明天我做东，大家不醉不归。今天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说完，我便朝前妻家赶去。如今我身价暴涨了40亿，这份喜悦第一个就是要与妻女分享。然而我刚离开没多久，前妻秦小云却来到了萧天豪的办公室。萧总，我是来还钱的，实在抱歉，我前夫欠您的那100万，我每个月发完工资只能还这些给您。不过您放心，我每个月都会坚持还的。这话把萧天豪吓了一跳。嫂子，您这是做什么呀？可不带这样吓我的。苦大哥没跟您说过吗？那100万的事早就过去了。秦小云愣了一下。萧总，您别开玩笑了，那可是100万啊！嫂子，这点钱在苦大哥那里连个零头都算不上，您还不知道吧？他都把世界第3的油田给炸了。萧天豪就是开个玩笑，可是却把秦小云给吓坏了。什么？他炸了油田？萧总，那他这个情节严不严重啊？求求您告诉我，他到底还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秦小云脸色苍白，心急如焚，连声音都在颤抖。此刻的萧天豪终于明白这个女人为何对我那么重要了，这不是傻，而是早已把对一个人的爱融入到了骨子里。嫂子，不是你想的那样，这个算了，您还是自己问苦大哥吧，他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我这还有点事，我先失陪了。说完，萧天豪赶紧逃离了办公室，搞得好像他成了被秦小云追债的一样。半小时后，秦小云回到了出租房内。妈妈，你回来了呀！爸爸来了，他说要带我们出去吃好吃的。秦小云愣了一下，随后一脸严肃地看着我。你来的正好，我有事想问你。我微微一笑。你想知道什么？稍后我都会告诉你。咱们出去边吃边说吧。你看彤彤也早就饿了。妈妈，我好饿呀！秦小云听到之后叹了一口气，我真是服了你们了。随后我们几人打车来到了一家酒店门口，奉天阳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苦大哥，都准备好了，天台花园已经包场了，这酒店是我朋友开的，绝对靠谱。嫂子好，嫂子辛苦了。行，我们进去吧。听到这些话，秦小云当场就愣住了，随即小声说道：你疯了，这是5星级酒店，我这个月才开了5000块钱的工资，都不够在这里点一道菜的。我们还是去对面那家春饼店吃吧，经济还实惠。说完，他转身就要走，却被我拉住了。小云，你就听我一次，咱们进去吃顿好的。你看我朋友还在门口等着呢。妈妈，这里好漂亮，我想在这里玩一会，我可以不吃饭的，可以吗？看到女儿那小模样，让人根本不忍心拒绝。秦小云叹了口气，终于还是妥协了。放心吧，今天一切消费由我苦公子买单。随后我很是亢奋地带着妻女走进了酒店。对了哥，有一件大事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原油期货今天爆仓了，不知道从哪里杀出来一个神秘股神，拿着5亿美元的巨款抄了底，硬生生把那些金融大亨和各大巨擘嘴里的牙掰断了2根，太牛了！这件事已经在圈子里传疯了。奉天阳一脸羡慕地说个不停，其实他并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神秘股神就是我，而我却以为他什么都知道，故意在这里试探我。我微微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行了，别在这戴高帽子了，不就是这一次没带你吗？没办法，情况太急了，来不及喊你。而且萧天豪哪怕把他全部家底放上去，也就赚了8000多万而已，和上次盘的烂尾楼比起来，还未必有你赚的多呢。你小子别总吃醋，一个大男人要有点风度。然而我这番话说完，奉天阳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大脑彻底宕机了。过了好半晌才反应过来，卧槽，我就是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到那个在世界资本手里抢了40亿的传说人物就是我亲哥你啊！原来你不知道啊，我还以为你在试探我呢。你说的什么神秘股神，太夸张。刚靠着原油期货狂赚了40亿，我的亲哥呀，你现在已经是本市的首富了，40亿身价的超级大亨啊！你快带我吧。后面的秦小云听到40亿的时候，大脑轰的一声直接就炸开了，她都怀疑是不是听差了，自己的前夫明明是个无业游民，还背负着100万的高利贷，怎么就突然成了首富了？还说什么赚了40亿？她今天有太多的疑问了，刚想找我问清楚，这时电梯门开了。小云，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一会我都会告诉你。咱们先去6楼服装区逛一逛吧，正好给你们娘俩买几身衣服。天阳，你先去天台花园帮我们准备一下酒菜。好嘞哥。随后我便带着他们娘俩来到了服装区。石发，我知道你最近可能赚了一些钱，但也没必要这么奢侈啊，这里的衣服太贵了。我一脸认真的看着秦小云。都说了，今天听我的，就让我做一回主吧。秦大人。说完我便拉着女儿进了一家童装店。小姐，全部合适的码都来一件，顺便帮我女儿挑一件适合吃饭的礼服。听到这话，导购瞠目结舌，瞬间被震撼到了。这里的衣服全是奢侈品牌，都是来自意大利名师的亲手设计，每一件至少都是3000多块。看到我们穿着朴素，导购还有些不信，然而下一秒我直接掏出了银行卡。需要多少钱？直接刷卡就行了，不用过来问我。导购目瞪口呆的接过了银行卡。好的，先生，您稍等。没一会，3个购物车都被堆满了，足足有30多件。旁边的秦小云都看傻眼了。那个小姐，我问一下，这些衣服多少钱呢？您好，女士，我们这里的衣服很亲民，您先生挑的衣服是3000左右的价格，并不是很贵。秦小云一听，这才松了一口气。3000啦，那还行，吓死我了，30件平均下来就是100块一件，确实不算太贵。
女士，我说的是每件衣服3000块，林先生一共消费了10万2千元。什么？秦小云听到之后差点没跳起来，她银牙紧咬，一脸严肃地看着我。疯了吧你！给孩子买衣服花这么多钱干嘛？有这钱干什么不好？200块钱在夜市上能给彤彤买好几件了。我一脸认真地看着他。小云，我以前没人性，给不了彤彤这一切，但是现在我要用我所有的能力，甚至是生命，换你们母女一生富贵。你觉得我狂也好，觉得我暴发户嘴脸也罢，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对你们娘俩好，玩死也好。两个导购听到这番话都是感动不已，一脸羡慕地看向秦小云。天哪，太幸福了！我要是有这样爱我的老公，哪怕他去找小三，让我给小三伺候月子，我都心甘情愿。两个导购的议论让秦小云听得鼻头酸酸的。随你吧。他别过头说完就跑了出去。爸爸妈妈好像哭了，是不是因为你只给我买衣服，没给妈妈买，所以他生气了呀？我嘿嘿一笑。是啊，那我们也给妈妈买好多漂亮的衣服好不好？这样妈妈就不生气了。好呀，那我们快去找妈妈吧。随后我便把秦小云拉到了一家女装店。你快点松开，拉我做什么？秦小云满脸通红，她没想到我会突然牵她的手，内心瞬间一阵狂跳。哎呦，这不是小晴吧？下班就逛街啊？今天给你安排的订单你都完成了吗？我抬头一看，只见一个打扮妖艳的女人走了过来。李主管，我就是无聊随便逛逛。秦小云有些紧张，眼前这个女人是她的上司，公司里的主管，据说跟公司经理有一腿，颇有权势。也是，这可是世界名牌普拉达，随便一件就是你3个月的工资了。没事别乱逛，要是给衣服碰坏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知道了，李主管，我们这就走。说完，秦小云很是焦急的低声恳求道：“咱们快点走吧，别添乱了，算我求你了，还不行吗？”走什么走？咱们是来消费的，又不是来挨训的。去把这里的衣服全部都试一下，不用看款式，合身就买。李佳瑶一听这话，顿时来了兴趣，那张满是浓妆的脸上露出了嘲讽的笑容。哎呦喂，你又是哪一位啊？口气挺大啊！我劝你还是先看看标签再说吧，万一等会买不起，那可就丢人了。我淡然一笑，随手拿起一件衣服的标签看了一眼，价格是17000。太便宜了。这话把李佳瑶听得只想笑，就算是他1个月能买一件已经是人上人了，而眼前这一身地摊货的穷屌丝，居然还在这打肿脸充胖子。小薇啊，快来接待大客户了，人家说要把这一排都买了呢。随着他一声大喊，一个女导购走了过来，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先生，您确认吗？导购看到我一身地摊货，还以为我是在捣乱，可当他看到几个童装奢侈品店员正推着购物车站门口朝他使眼色的时候，他急忙做出了改变。尊贵的先生，您确定要购买的话，我现在就给您包起来，帮您满意。小云，先去把这一排的衣服试一下吧。秦小云急得都快哭了。我们还是走吧，行吗？尊敬的女士，您还是试一试吧，不满意的话，您可以放回去的。女导购一脸殷勤地看着秦小云，这把李佳瑶都看懵了，这个女导购怎么态度突然这么好啊？比对待自己的时候都热情。行吧，我就试一试，不一定买哦。说完，秦小云无奈地走向试衣间，片刻后，她便走了出来，一身黑色长裙配上她那均匀而又窈窕的身段，把我眼睛都看直了，就连李佳瑶都嫉妒的牙痒痒。小晴啊，不得不说，你这身材还是不错的，可惜呀，你没那个命，你可是有一个孩子要养。我听说你还有个混蛋前夫，欠了一屁股高利贷。不过你要想过得好一点，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有钱的老板哟。李佳瑶冷笑连连，心里也动起了歪主意。我面色冰冷，眼中闪过一抹寒芒。收起你那肮脏的心思，不要把别人当成像你一样没见过钱似的。李佳瑶一听，顿时勃然大怒。你说什么？你特么算什么东西？有种你倒是把单买了啊！在这吹什么牛逼，装什么大头蒜，最后还不是买不起？瞧你那穷三样，你这种下等人边角料，我见得多了。来啊，你倒是付款啊！面对这么一条疯狗，我也懒得再搭理。小姐，按我老婆身上这个尺码，不同款式各来一件，帮我打包好，一会我过来取。导购小姐激动地接过了银行卡。好的，先生，您稍等。随着一声清脆的刷卡成功提示音，导购小姐在李佳瑶呆滞的目光中把卡递还了过来。先生，你一共消费了31万6千元，这是您的卡，请您收好。对了，你们这里最高会员是什么级别？导购小姐眼睛睁大，急忙回应道：先生，我们爱马仕本店最高会员是钻石会员，需要一次性储值300万。给我充500万，办张钻石卡。会员名字秦小云，生日是8月15。我淡淡的语气却宛如重磅炸弹，在整个店内炸响了。李佳瑶更是连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好的，先生，我这就办理。请您到贵宾区休息片刻。导购小姐急忙鞠躬，做出请的手势，态度恭敬到了极点。至于秦小云，此时已经大脑晕晕的，只能任由我摆布。路过李佳瑶身边的时候，我嘴角勾起了一丝嘲讽的笑容。李主管，记得努力，找个能给你在奢侈品店充500万钻石卡的老板。至于我们小云，那就不用你来操心了。说完，我冷冷一笑，带着妻女包下了5星级酒店。这个鱼子酱看着不错，先给我们1人来2罐，还有那个什么神户牛肉、法式鹅肝，每样来几斤。澳洲龙虾和帝王蟹也不错，一样来2只吧。对了，要1公1母的，成双成对，吉利。再开2瓶74年的罗曼尼康帝，酒杯就不用拿了，我喜欢拿瓶吹。片刻间，我便把这里的顶级菜品全部点了一遍。当我抬起头时，这才发现秦小云正用吃人的目光看着我。虽说她没吃过这些，但光听名字就知道价格很是吓人。你疯了？吃顿饭而已，用得着这么奢侈吗？我却是嘿嘿一笑。小云，我赚钱就是想让你们娘俩享受高品质生活，享受人生快乐。你以为我赚钱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看一串阿拉伯数字吗？妈妈，爸爸说的没错呀，我在手机视频里看到一个胖叔叔说的，打工我不会，
对，上班我嫌累，就是2个字，2个字什么来着？彤彤急得直挠头，忽然她眼神一亮，我想到了，就2字，消费。我听完被逗得捧腹大笑。彤彤宝贝说的没错，就2字，消费。秦小云瞪了彤彤一眼，什么乱七八糟的，少看那些儿童不宜的视频，这哪是什么消费呀，简直就是和钱有仇。一家人的幸福时光在晚餐中有说有笑的度过。饭后，我和秦小云站在天台，俯瞰着整座城市。小云，你是不是觉得我像暴发户一样在报复性消费？秦小云有些无奈地看着我，你不是报复性消费，你分明是报复我呢！一顿饭吃了几十万，有这钱干点什么不好呢？你大哥那边也急用钱，当初他为了给你还债，把他结婚的钱都给了你，搞得大哥大嫂婚都没结成。还有你那个发小周全，人家小两口开个小餐馆赚钱不容易，他那么信任你，借给了你5万块钱，到现在你都没还，你欠下来的人情债那么多，现在你有能力了，就应该先让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也沾沾你的光吧。一个完美夫人的本质在秦小云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三观正，明事理，长得还这么漂亮，这么好的女人却被我弄成了前妻。此时的我恨不得抽自己几下，我动情地拉住了她的手。小云，你说的这些都是为了我好，我心里很感动，真的。秦小云别过了头，绝美的容颜浮现出了甜美的笑容，把我都看吃了。看什么看呀？我脸上有花吗？明月比心花比面，花容美满月团圆。一听这话，她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哪怕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都没说过这样的情话。18，你真的变了。见我举起手就想发誓，她赶紧惊慌地转过了身去。上来这么久了，我先下去了，彤彤也该着急了。等等，小云，说个正事，你说的没错，我打算明天就回趟老家，把人情债都还了。你和彤彤能跟我一起去吗？彤彤也好久没见到她爷爷奶奶了。秦小云愣了一下，毕竟现在我们已经离婚了，她不知道该以什么身份去面对我的父母。沉思片刻后，她还是一咬牙答应了下来。好吧，我只是想带彤彤看看她的爷爷奶奶，你别想太多了。我嘿嘿一笑，我明白。第二天，我便带着妻女来到了我老家滨州。刚下飞机，便看到一个青年男子朝我们走了过来。您就是苦18苦大哥吧？我愣了一下，你是哪位？苦大哥，我是奉天阳的朋友，我叫王超，是他让我来接你们的。我这才想了起来，昨天奉天阳确实说过会安排人给我接机。天阳托我买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咱们先上车，我送你们去大王村。我微微一笑，那就麻烦你了。苦大哥，您太客气了，天阳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况且您的英雄事迹我也早有耳闻，我对您可是仰慕已久啊。你别听天阳那小子瞎说，他就爱吹牛。苦大哥，您太谦虚了。随后我们便跟着他来到了机场外的路边上，当看到10几辆崭新的路虎车队时，我直接愣住了。王超兄弟，你这有点太张扬了吧？我就是回家探亲，没必要这样哈。王超一脸笑容地看着我。苦大哥，有一句话说得好，富贵不还乡，如锦一夜行。就这排场用来接您，我都觉得有点掉档次了。实在是我店里能凑出的豪华车队也就这样了，您别嫌弃就好。真不用，这样吧，留下一辆车，我开着回去，等我回来的时候再把车还你。王超顿时一副很为难的样子。苦大哥，您这样让我很为难啊，回头天阳那边我也没法交代啊。我无所谓的笑了笑，没事，他那边我来说，你先去忙你的吧。那行吧，但是您和嫂子走的时候，可千万要跟我打个招呼，不然那就是看不起我王超。我点了点头，行，走的时候肯定找你。好嘞哥，那我先走了。等一下，王超停下了脚步，一脸疑惑地看着我。苦大哥，还有别的事吗？你的4S 店是明天开业吧？是的哥。你记住了，明天多预备点消防器材，另外在门口摆一个栅栏最好，如果有那种装饰气球，越大越好，多摆几个。王超愣了一下，随后满脸慎重地看向我。苦大哥，谢谢您的提醒，我明白了。说完，他这才带着车队离去，只留下了一辆路虎。随后我便把行李箱扔到了车子上，行李箱里装了足足100万现金，还挺沉的。18，你带这么多现金干啥？秦小云很是疑惑，现在都是手机转账了，谁还会带这么多现金啊？你不懂，咱家当初因为我欠了那么多钱，这不是都要还吗？而且转账只是一串数字，乡亲们都是比较看重现金的。我可不是炫耀，只是想让爸妈抬起头来，不用看别人脸色。看你嘚瑟的，不过你说的也不错，你现在能赚到钱了，给二老长脸也是应该的。还是媳妇懂我，走，上车出发。你说你赚了40个亿。妈，我回来了。随着我的呼唤，屋内一个穿着朴素、头发花白的妇女跑了出来，因为常年风吹雨晒，显得格外苍老。妈，您儿子回来了，儿子不孝，对不起您。说着，我直接跪在了地上，放声大哭起来。曾经的我欠下一屁股债，还连累了父母，现在的我逆转了命运，终于可以好好弥补他们了。母亲李秀玲也愣了许久，反应过来后擦了擦眼泪，心情有些复杂的走了过来。毕竟以往我每次回来都是要钱，可是家里真的没钱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快点起来吧。妈听说小云和你离婚了，本来我和你爸上次想去看看你们，可知道这件事后，我们又连夜坐车回来了。你爸连着喝了好几天的酒，一句话也不说。说到这，母亲擦了擦眼泪。18，以后我和你爸还有机会看到彤彤吗？听到这些话，我如遭雷击，能想象得到父母那天晚上该有多绝望。奶奶，我来啦！这时，女儿从屋外跑了进来，抱住了母亲的双腿。母亲瞬间就愣住了，甚至有些无法置信，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奶奶，彤彤好想你呀！直到女儿的再一次呼喊，她这才惊醒过来。彤彤，我的好孙女啊，奶奶也想死你了。此时的母亲再也绷不住了，一把抱起彤彤，眼泪止不住的往下落。这时，秦小云也走了进来。妈，虽然声音很小，但母亲还是听见了。她满脸不敢置信的看着秦小云，随后激动的走了过去。小云，你也回来了，太好了，快
快坐，我这就给你们做饭去。看到儿媳妇的到来，母亲瞬间高兴得不知所措。妈，您别忙了，我们路上吃过了，我还想着我来的话，您会不会不欢迎我？说到这，秦小云很是紧张地低下了头。说什么话呢？无论如何，你都是我们苦家的儿媳妇，回自己家还用别人欢迎吗？妈，我爸呢？听到这话，母亲眼神有些暗淡。你爸估计是又被债主堵在村口了。你也知道，你爸为了帮你还债，跟村里人借了不少钱，我都叫他白天别出门，他就是不听。母亲这番话让我内心愧疚万分，一生光明磊落的父亲，现在却被我害得连门都出不了了。小云，你们在家待着，我去找爸。18，你千万别冲动，咱们欠了人家的钱，让他们骂几句就骂几句，你可别把事情闹大了。我微微一笑，妈，您放心吧，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村口那边，父亲正被一群村民围堵在路中间。侯建军，你欠我那1万块钱到底什么时候还？咱们亲戚一场，你可别逼我把事情做绝。就是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把那2000块钱还给我，你哪也别想去。老谷啊，我看这样吧，你要实在没钱还，那就把你家那块地给我吧，算我倒霉。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去外地打工，无论如何，我也会在年底争取把钱还给你们。你可算了吧，你们家欠了多少债，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不说你家老二在城里欠了多少高利贷，就你在这些亲戚手里都拿了不少于4、5万了。只要我苦建军活着一天，这个债就差不了。父亲很是坚定地看着他们。快行了吧，你活着有什么用？你家那几个孩子哪个有出息啊？老大没钱结婚，还要装大尾巴狼，想在城里买房，结果呢？老二就更不用说了，欠一屁股高利贷，现在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面对他人的恶语相向，父亲想要辩解，却又发现无力反驳。这时，我开着车赶到了现场，看到父亲为了我被这么多人当街辱骂，却又不能反抗，我瞬间眼眶通红。都给我住口！我的到来让众人全都愣住了。侯18，你个小崽子居然还有脸回来！我听说他在外面欠的高利贷太多了，四处逃命，肯定是回来躲债的。不对啊，你看那小子怎么开着路虎来的？那辆车我听说过要100多万呢。其中一个年轻一点，经常在城里打工，还算有点见识，肯定是租来的，这都火烧眉毛了。这个废物还在这装大尾巴狼，真是笑死个人。父亲看到我却是一脸怒容。你这个混蛋回来干什么？这里的事跟你没关系，赶紧滚回去！父亲嘴上在骂我，但我知道他这是想自己一个人扛下这一切。爸，儿子大了，有些事我能扛，您先歇着，现在我来解决这件事。父亲第一次听我说出这样的话，不禁愣住了。18呀，当初你考公的时候多风光啊，我还叫我崽要多向你学习呢。哎，没想到啊，你现在却搞成这副模样。你个不知死活的小崽子，我劝你还是赶紧躲起来吧，一会高利贷的债主找上门来，非打断你的狗腿不可。我也不说话，直接从车里把行李箱提了出来。各位乡亲，之前是我不懂事，连累了家里，也给你们添麻烦了。之前欠你们的钱，我今天不但要还，而且是全部双倍奉还，你们都过来拿吧。随着我话音落下，众人都愣在了原地，而那个胖女人却是哈哈大笑起了。这小子是得失心疯了吧？我说苦建军，你儿子不会是故意在这里装疯卖傻吧？别以为这样就可以不用还钱了，他就算是死，也得先把钱还了。然而下一秒，他便瞪大了双眼看向了我这边。只见我已经打开了行李箱，里面装了满满一箱的钞票，足足有100万。这把在场的人眼睛都看直了。在大王村，别说100万，10万就已经是村里的富贵人家了。就连村长家一次性也拿不出10万块。这些钱不会是假的吧？我冷冷一笑，钱放这里了，是真是假，你们随便验。见我都这样说了，众人的脸色瞬间来了个天地大翻转。看见没有，我早就说了，18这孩子啊，打小就聪明，迟早会赚大钱的，我没说错吧？就是，我为什么会借钱给他们家呢？就是因为我知道18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迟早会有大出息。今天果然让我给说中了。村长、齐叔公，奉承的话就别说了，赶紧过来拿钱吧，我说话算话，全部双倍奉还。好。说着，2人屁颠屁颠的就跑了过来。胖女人见状也笑嘻嘻的跟了过来。18，你看你给我们这么多钱，那都不好意思啊。我看着她冷冷一笑，不好意思是吧？那你就只拿你的本金就行了。一听这话，胖女人愣了一下，随后露出了尴尬的笑容。你刚刚不是说双倍奉还吗？你咋又反悔了吗？我就反悔了，你能咋地？你咬我呀！今天在场所有人都双倍奉还，唯独你不是，拿着你的本金，赶紧给我滚蛋！这话直接把胖女人气的脸都红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各位村民、叔叔伯伯们，你们是长辈，但是今天我这个晚辈还有几句话想跟你们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之前帮助我们家的人，我不仅双倍清账还钱，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我也绝不推辞。但是我丑话也说在前头，债清了，人情我也还了，今后谁敢再戳我父亲脊梁骨，那就别怪我苦18翻脸不认人。我一番话说的气势十足，镇压了全场。所有长辈先是沉默，随后都赞同的点了点头。村长，钱我留在这里了，接下来的事就麻烦你来处理了。村长瞬间为之一振，他可是第一次管理这么大一笔巨款啊，这也太长脸了。好，18，你就放心吧，我让他们一个个都排队填表，谁也别想浑水摸鱼。一会还剩下的钱，我全都给你送家里来。我点了点头，随后便带着还处于呆愣状态的父亲回到了家里。清醒过来的父亲急忙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你个兔崽子，你说这些钱你到底是哪来的？你要是干了违法乱纪的事，老子第一个饶。
多少？40亿。看到卡里的40亿余额，父亲咽了咽口水，大脑如同停止了运转一般，整个人已经呆滞了。要说几十万、几百万就已经够他们震惊的了，但是亿这个单位对他们来讲实在是太陌生了。小云，这小子是不是在骗我？你说，我只信你的。反应过来的父亲已经激动得语无伦次，秦小云莞尔一笑：“爸，是真的，他没骗您，这些钱都是他通过正规渠道赚来的。爸，以后儿子不会再让你失望，好好孝顺你和妈，不再让你们跟我操心了。”父亲深吸了一口气，你能赚到钱，爸很高兴，但你要记住，钱没了还能再赚，人性要是丢了，那就很难再找回来了。这年头能借钱给咱家的，那都是咱们的恩人。你刚刚不应该这样跟你胖婶说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听完沉思了片刻，爸，我明白了。还有这些年最不容易的就是小云了，跟着你遭了这么多罪，还有你岳父岳母那边对你也没得说。你现在有能力了，要好好对待他们，这才是良心。儿子，你记住，小财靠勤，中财靠德，大财看命。我眼神坚定地点了点头，这就是我的父亲，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教导我。小云啊，之前咱老虎家对不起你，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我们都不会说什么。但是爸还是希望你能再给他一个机会，就算爸求你了，你说我自私也好，怎么样都行，爸就一句话，除了你这个儿媳妇，谁我都不认。咱们一起监督这个混蛋，他要是死性不改，爸收拾他，你看行吗？秦小云愣了一下，声音都有些哽咽了。爸，我会考虑的，您别这样说。这时我才想起来，到现在还没看到我大哥。爸，我大哥呢？父亲的脸色瞬间暗淡了下来。你大哥现在在城里工地上做小工，自从他跟你嫂子的婚事黄了之后，日子也过得不如意。你有时间就去看看他吧。听到这里，我顿时愧疚万分。当初大哥为了替我还高利贷，把他准备结婚的钱都给了我，却搞得自己连办酒席的钱都拿不出来。爸，我现在就去城里找我大哥。与此同时，滨州城里今天是王超第5家4S 豪车店开张的日子，然而店门口却是门可罗雀。销售经理一脸焦急地看着自己的老板：“王总，您这是干啥呀？今天是咱们新店开张的日子，您在门口摆放这么多充气城堡，又不让人靠近，这样客人们还怎么进去啊？”王超却很是淡然：“再等等，我苦大哥说了，这些充气城堡一定要在10点之后才能撤掉。还有，我让你准备的灭火器材，你都准备好了没有？”销售经理一脸哭笑不得：“按您的要求，已经准备了20个灭火器。我的王总啊，您就因为算命先生的一句话，搞出这么大的阵仗，至于吗？”你知道个屁！我苦大哥可不是什么算命先生，股神40啊，你听过没有？销售经理愣了一下：“当然听过，前几天有位神秘大佬以2亿本金在原油期货市场狂捞42亿，所以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股神42。可是王总，这跟咱们今天开业有啥关系吗？”王超得意一笑：“我苦大哥就是那位龙州的风云人物股神40啊，他嘱咐我做这些，绝对是有原因的。”就在销售经理发愣之际，突然身后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差点把2人给吓尿了。只见离2人不到20米的地方，一辆失控的新能源车狠狠地撞在了充气城堡上，车头迅速燃起了熊熊烈火。随后，一个满头是血的女子狼狈地从车上逃了出来，这把王超2人看得目瞪口呆。你还愣着做什么？赶紧去叫人把所有灭火器拿过来灭火啊！快去啊！是，我这就去。销售经理一脸惊慌地转身就跑，而王超更是惊出了一身冷汗。这要是没有这些充气城堡拦着，那辆新能源车直接就会冲进店内，到时候别说店内的豪车保不住，只怕还不知道要出多少条人命。苦大哥，您简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而另一边，我已经来到了大哥住的地方，我激动地敲响了房门。没一会，一个身穿白色背心、面容忠厚的男子打开了门。当看到这个男人时，我眼眶瞬间红了，这便是我的大哥苦大柱。哥，我的声音有些颤抖，这一声哥就好像喊父亲的称呼，充满了尊敬。大哥愣住了，很久都没反应过来。老二，你咋来了？快跟我进屋，别在外面晃悠。上一次你来找我就被人发现了，害得咱们俩都被一顿打。随后我便被他拉进了屋内。你回家了吗？我原本还打算回家帮爸妈干农活，但是这几天工地上事情太多了，走不开。不过我已经把上个月的工资给爸妈打回去了。你怎么样？是不是又缺钱了？我这里还有一些，可别让弟妹母女俩跟着你遭罪。说着，他从卧室枕头底下拿出了2000块钱，给自己留了200，剩下的都递给了我。长兄如父，这一刻完美的在苦大柱身上体现了出来。此刻我已经无法控制泪水，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哥，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在父母面前，我的情绪还有所保留，但是现在重活一世的我，这才领悟到什么才是最珍贵的，是亲情，是爱情，是婚姻，是家人孩子。老二，你这是咋了啊？是不是出大事了？你别跟爸妈说，他们年纪大了承受不住。你跟哥说，哥帮你想办法，没有过不去的事。我没事，哥，真的没事，就是感觉对不起你。我回家看了爸妈，都挺好的。我起身看到了大哥鬓角都有了白发，他原本都已经订婚了，却为了替我还债搞成这副模样。哥，都怪我，本来你早就应该成家了，是我害得你和嫂子。说到这里，我惭愧地低下了头，大哥却是淡然一笑：都过去的事了，别提了。况且我和你嫂子还有联系，只是他家里一直不同意，我也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昨天他还给我打电话了，说家里一直催他相亲，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等了我3年，已经仁至义尽了。即便他真的跟别人结婚了，我也不怨他。我听完心头一颤，我一直以为嫂子早就嫁人了，但没想到她竟然等了我大哥3年。只要嫂子没结婚，那就还有机会。哥，你赶紧跟我走，去接嫂子去。现在我有钱了，房子我给你们买，车、彩礼，一切的一切，弟弟给你包了。大哥愣了一会，随后露出一丝苦笑：算了吧，我知道你在安慰我，
行了，你还是照顾好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好就行了，别担心我。看到大哥这副模样，可把我给急坏了。哥，听弟弟一次，这一次我给你撑腰。说着，我便强行把他拉到了外面。行吧，我真服了你了，你等我一下，我去骑电瓶车。哥，我记得你有驾驶证吧？是啊，怎么了？我神秘的笑了笑。你喜欢什么车？大奔还是宝马？我送你一辆。别胡说八道了，咱们这家庭有辆电瓶车骑就不错了。我也不说话，直接掏出车钥匙，对着不远处那辆路虎按了一下，顿时把大哥眼睛都看直了，满脸都是难以置信。我说老二，你是从哪借来的车啊？还是租的？这可是路虎行政啊，这100多万的车，租一天也得好几千呢。有这钱干点啥不好？就算你赚了钱，也不能这么挥霍啊。从今往后，这辆车就归你了，咱就开着这辆车去接嫂子去。我本来想送一辆新车给大哥，但是我太了解他了，别说是新车，就是眼前这辆准新车，他都未必会要。啥？你可别吓唬我，我哪能开得起这么贵的豪车？我说二弟啊，这是你朋友的车，你赶紧给人家还回去吧。哥，这车我朋友送给我了，你就开着，你要不开我就只能便宜卖了，这样至少得亏10几万。况且我过几天就回龙州，路程太远还得坐飞机，这辆车也开不走。可是这普大柱总感觉不踏实，这么一辆100多万的车放家里，就他现在这点工资，怕是加油都加不起。我嘿嘿一笑，哥，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别这个那个了，接下来都听我安排。对了，嫂子几点下班？大哥看了一下时间，还有2个小时吧。那时间还早，哥，你先开车带我去龙腾 4S 店，西河路那边的新店。说完，我便上车坐到了副驾驶位置，大哥也紧张的坐到了驾驶位置上。这车，嘿嘿，太舒服了，比我同事的捷达舒服多了，不然说是豪车呢，多加油都不心疼啊。怎么，刚才不是还担心养不起呢？这会不心疼啊？看到大哥一脸高兴、新奇、亢奋的样子，我都感觉到很是满足。嘿嘿，心疼是心疼，但是也真享受啊。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目的地，因为我在车上提前打了招呼，王超已经在店门口等着我们了。我一下车，他就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激动的说不出话来。胡大哥，我微微一笑，知道他那一劫应该已经躲过去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哥，亲的。王超一听，顿时热情无比的迎了上去，这让苦大柱感到一阵受宠若惊。这个王超他可是在电视里见过，是本地10大杰出青年之一，经常受到领导的接见，那可是大人物啊。咱大哥也来了，幸会，快，我们去里面聊。随后王超便把我们带到了贵宾室。苦大哥，我已经在酒店订好了包厢，一会咱们不醉不归。吃饭就改天吧，一会我们还有点事。今天来我是想请你帮个忙，你这边有没有什么门路能帮我哥找个正式的工作，最好有编制，今天就能入职办好手续。王超听完皱着眉头，露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我看到后笑了笑，行了，我知道了，不能让你为难，有机会再说。等等，苦大哥，您说啥呢？给咱大哥找工作，那可是大事啊！我为难的是他找的工作您嫌弃，您把我想成啥人了？苦大哥，说句实在的，在滨州，你弟弟我还是有点能量的。不过今天就入职的话，工作会有限制，您看银行行吗？我听完眼神一亮，行，太行了。没办法哥，您要今天紧急入职，我也就只能安排银行这边。您这要是不急，1个星期内滨州这边最好的编制我都能给你办了。王超怕我不满意，再次补充道。不过银行这边我可以给咱们大哥安排绿色渠道，挂个名，不用去上班也行的。别吃公家饭就已经很荣幸了，上班为人民服务是应该的。我哥的性格你不了解，不让他上班他不踏实。好嘞哥，你和咱大哥在这里休息一会，我现在就去安排，争取1小时内解决。说完，王超火急火燎的开车离去了。此时旁边的大哥已经完全听上了，银行编制挂名不用上班，今天下午就入职，怎么听上去这么容易呢？我说二弟，刚才你们说的都是啥？我听懂了，又好像没懂。银行工作那是一般人能进去的吗？大哥心里很是担心，我却是微微一笑。哥，你就放心吧，帮你找份正式工作，主要是为了让嫂子的父母安心。等这边搞定了，咱们就去接嫂子。1小时后，王超总算回来了。胡大哥都办好了，这是入职合同还有工作证，咱大哥什么时候方便去上班都行。谢谢你王超，等我这边事忙完，请你吃饭。胡大哥，您可别谢我啊，这都是弟弟该做的，您要是再客套，我可就真的生气了。行，那我就不缴钱了，以后相处的机会多着呢。一听这话，王超瞬间大喜。对，胡大哥，以后咱们多多相处，我真的很想交你这个朋友。我微微一笑，心想着这小子还是挺上道了，以后有机会也带他。对了，你借我的那辆路虎，我哥喜欢，我送他了，你给我列个账单，就按新车的价格来。胡大哥，您这话什么意思啊？一辆二手车，您居然还要给我钱，您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行，您要这么整，那我就干脆把店里的新车送给咱大哥了。说着，王超就向展厅走去，我急忙拉住了他。行，我算服了你了，我不给钱，行了吧？我有些无奈的看着王超，这小子不愧是奉天阳的朋友，两人的性格不能说差不多，简直一模一样。和王超聊了几句后，我便和大哥朝着嫂子上班的地方赶去。与此同时，某办公大楼门口，萌，你等我一下，走那么快干什么？孙主管，你别再跟着我了，我男朋友来接我了。说着，李萌萌看向了正在大门口等她的苦大柱。萌，我就想不通，他一个工地搬砖的，要车没车，要房没房，还是农村户口，爹妈也没能力，你要是嫁给他那就毁了。孙主管，你别说了，我有我自己的选择。
李萌萌咬了咬嘴唇，父母的催促加上孙主管的疯狂追求，身为大龄女人的她又怎么会不急？尤其是在苦大柱身上看不到任何希望，她感觉自己真的要坚持不住了。这时苦大柱笑呵呵的走了过来，萌萌，我来接你了，热不热？给你水。说着他把矿泉水递了过去。我不要。李萌萌有些生气的别过了头。苦大柱又骑着你那辆破电瓶车来接萌萌啊！身为一个男人，你还要点脸吗？上次萌萌顶着炎日酷暑坐了你的电瓶车，都被晒得脱皮了，你知道吗？还有，他喜欢喝奶茶，而不是矿泉水，连女人的爱好你都不懂，傻帽一个，赶紧滚蛋！苦大柱抿了抿嘴，他是喜欢喝奶茶，但是他患有肠胃炎，喝多了会胃痛的，晚上睡不着觉。萌萌，对不起，我又让你失望了。说完，他有些愧疚的低下了头。苦大柱，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对不起吗？我等了你整整3年，而你为了你的弟弟，你连咱们结婚的钱都能豁出去，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你走吧，我不用你送，以后你也别来了。我答应了我爸妈，今年一定会把自己嫁出去，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可能了。李萌萌说完别过了头，然而一想到2人相恋7年的过往，她的眼泪却是止不住的往下流。萌萌，我……苦大柱欲言又止，孙主管走了过来，一把推开了苦大柱。我什么我？萌萌都说了，让你滚。说着，他走到一辆3系旁边。萌萌，上车吧，里面有空调，凉快。随后，他一脸得意地看着苦大柱。傻子，骑着你的破电动车去忽悠别的女人吧。萌萌不吃这一套，她宁愿坐宝马里哭，也不会坐你的破电动车。当他转过头，这才发现自己的车被一辆路虎行政给挡住了。这他妈是谁啊？有钱就了不起啊？开摆烂豪车的人就这么没有素质吗？这话听得苦大柱尴尬不已。他想着反正接了人就走，自己也在车子旁边，所以停车的时候也没想这么多。孙主管透过挡风玻璃看到了车主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在纸上，随后他便照着号码拨了过去。与此同时，苦大柱的电话响了起来，2人四目对视了几秒，苦大柱便接通了电话。喂，听到自己电话里传来了苦大柱的声音。从今往后，这辆车就归你了，咱就开着这辆车去接嫂子去。我本来想送一辆新车给大哥，但是我太了解他了，别说是新车，就是眼前这辆准新车他都未必会要。啥？你可别吓唬我，我哪能开得起这么贵的豪车？我说二弟啊，这是你朋友的车，你赶紧给人家还回去吧。哥，这车我朋友送给我了，你就开着，你要不开我就只能便宜卖了，这样至少得亏10几万。况且我过几天就回龙州，路程太远还得坐飞机，这辆车也开不走。可是这……苦大柱总感觉不踏实，这么一辆100多万的车放家里，就他现在这点工资，怕是加油都加不起。我嘿嘿一笑，哥，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别这个那个了，接下来都听我安排。对了，嫂子几点下班？大哥看了一下时间，还有2个小时吧。那时间还早，哥，你先开车带我去龙腾 4S 店，西河路那边的新店。说完，我便上车坐到了副驾驶位置，大哥也紧张的坐到了驾驶位置上。这车，嘿嘿，太舒服了，比我同事的捷达舒服多了，不然说是豪车呢，多加油都不心疼啊。怎么，刚才不是还担心养不起呢？这会不心疼啊？看到大哥一脸高兴、心气亢奋的样子，我都感觉到很是满足。嘿嘿，心疼是心疼，但是也真享受啊。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目的地，因为我在车上提前打了招呼，王超已经在店门口等着我们了。我一下车，他就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激动的说不出话来。苦大哥，我微微一笑，知道他那一劫应该已经躲过去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哥，亲的。王超一听，顿时热情无比的迎了上去，这让苦大柱感到一阵受宠若惊。这个王超他可是在电视里见过，是本地10大杰出青年之一，经常受到领导的接见，那可是大人物啊。咱大哥也来了，幸会，快，我们去里面聊。随后王超便把我们带到了贵宾室。苦大哥，我已经在酒店订好了包厢，一会咱们不醉不归。吃饭就改天吧，一会我们还有点事。今天来我是想请你帮个忙，你这边有没有什么门路能帮我哥找个正式的工作，最好有编制，今天就能入职办好手续。王超听完皱着眉头，露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我看到后笑了笑，行了，我知道了，不能让你为难，有机会再说。等等，苦大哥，您说啥呢？给咱大哥找工作，那可是大事啊！我为难的是，他找的工作您嫌弃，您把我想成啥人了？苦大哥，说句实在的，在滨州，你弟弟我还是有点能量的。不过今天就入职的话，工作会有限制，您看银行行吗？我听完眼神一亮，行，太行了。没办法哥，您要今天紧急入职，我也就只能安排银行这边。您这要是不急，1个星期内滨州这边最好的编制我都能给你办了。王超怕我不满意，再次补充道。不过银行这边我可以给咱们大哥安排绿色渠道，挂个名，不用去上班也行的。别吃公家饭就已经很荣幸了，上班为人民服务是应该的。我哥的性格你不了解，不让他上班他不踏实。好嘞哥，你和咱大哥在这里休息一会，我现在就去安排，争取1小时内解决。说完，王超火急火燎的开车离去了。此时旁边的大哥已经完全听傻了，银行编制挂名不用上班，今天下午就入职，怎么听上去这么容易呢？我说二弟，刚才你们说的都是啥？我听懂了，又好像没懂。银行工作那是一般人能进去的吗？大哥心里很是担心，我却是微微一笑。哥，你就放心吧，帮你找份正式工作，主要是为了让嫂子的父母安心。等这边搞定了，咱们就去接嫂子。1小时后，王超总算回来了。苦大哥，都办好了，这是入职合同还有工作证，咱大哥什么时候方便去上班都行。谢谢你王超，等我这边事忙完，请你吃饭。苦大哥，您可别谢我啊，这都是弟弟该做的，您要是再客套，我可就真的生气了。行，那我就不缴钱了，以后相处的机会多着呢。一听这话，王超瞬间大喜。对，苦大哥，以后咱们多多相处，我真的很想交你这个朋友。我微微一笑，心想着这小子还是挺上道的，以后有机会也带他。对了，你借我的那辆路虎，我哥喜欢，我送他了，你给我列个账单，就按新车的价格来。
古大哥，您这话什么意思啊？一辆二手车，您居然还要给我钱，您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行，您要这么整，那我就干脆把店里的新车送给咱大哥了。说着，王超就向展厅走去，我急忙拉住了他。行，我算服了你了，我不给钱，行了吧？我有些无奈地看着王超，这小子不愧是奉天阳的朋友，两人的性格不能说差不多，简直一模一样。和王超聊了几句后，我便和大哥朝着嫂子上班的地方赶去。与此同时，某办公大楼门口，萌萌，你等我一下，走那么快干什么？孙主管，你别再跟着我了，我男朋友来接我了。说着，李萌萌看向了正在大门口等她的苦大柱。萌萌，我就想不通，他一个工地搬砖的，要车没车，要房没房，还是农村户口，爹妈也没能力，你要是嫁给他，那就毁了。孙主管，你别说了，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李萌萌咬了咬嘴唇，父母的催促加上孙主管的疯狂追求，身为大龄女人的她又怎么会不急？尤其是在苦大柱身上看不到任何希望，她感觉自己真的要坚持不住了。这时苦大柱笑呵呵地走了过来，萌萌，我来接你了，热不热？给你水。说着，他把矿泉水递了过去。我不要。李萌萌有些生气地别过了头。苦大柱又骑着你那辆破电瓶车来接萌萌啊！身为一个男人，你还要点脸吗？上次萌萌顶着炎日酷暑坐了你的电瓶车，都被晒得脱皮了，你知道吗？还有，他喜欢喝奶茶，而不是矿泉水，连女人的爱好你都不懂，傻帽一个，赶紧滚蛋！苦大柱抿了抿嘴，他是喜欢喝奶茶，但是他患有肠胃炎，喝多了会胃痛的，晚上睡不着觉。萌萌，对不起，我又让你失望了。说完，他有些愧疚地低下了头。苦大柱，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对不起吗？我等了你整整3年，而你为了你的弟弟，你连咱们结婚的钱都能豁出去，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你走吧，我不用你送，以后你也别来了。我答应了我爸妈，今年一定会把自己嫁出去，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可能了。李萌萌说完别过了头，然而一想到两人相恋7年的过往，她的眼泪却是止不住的往下流。萌萌，我……苦大柱欲言又止，孙主管走了过来，一把推开了苦大柱。我什么我？萌萌都说了，让你滚。说着，他走到一辆3系旁边。萌萌，上车吧，里面有空调，凉快。随后，他一脸得意地看着苦大柱。傻子，骑着你的破电动车去忽悠别的女人吧。萌萌不吃这一套，她宁愿坐宝马里哭，也不会坐你的破电动车。当他转过头，这才发现自己的车被一辆路虎行政给挡住了。这他妈是谁啊？有钱就了不起啊？开摆烂豪车的人就这么没有素质吗？这话听得苦大柱尴尬不已。他想着反正接了人就走，自己也在车子旁边，所以停车的时候也没想这么多。孙主管透过挡风玻璃看到了车主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在纸上，随后他便照着号码拨了过去。与此同时，苦大柱的电话响了起来，两人四目对视了几秒，苦大柱便接通了电话。喂，听到自己电话里传来了苦大柱的声音，一眼看去，差不多有100万之多，这把在场的众人全都看傻眼了。孙主管看着脚下这一堆现金，差点连眼珠都瞪了出来。一个被他看不起的农村人，突然开起了100万豪车，还随手就拿出100万现金，这巨大的反差让他脑子一时反应不过来。李萌萌也是满脸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这一切，她与苦大柱相恋7年，对方是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她太清楚不过了。眼前这一幕非但没给她带来惊喜，反而把她给吓到了。苦大柱，这是怎么回事？你哪来这么多钱？你到底做了什么？你是不是也跟你二弟一样跑去借高利贷了？你不要命了？赶紧去把这些钱还掉！我答应你，3年10年我都等你，咱们脚踏实地一起努力赚钱，好不好？此时的李萌萌已经是满脸的泪水，她心里很害怕，害怕苦大柱为了凑齐结婚的钱走上歧途。萌萌，我……大哥的声音有些哽咽，到了嘴边的话却又说不出来。这一刻，我终于知道大哥为什么这么爱着李萌萌了，因为他值，他配得上这份爱，因为他和小云一样，都有着自己深爱的男人。萌萌，你别怕，是我二弟，我二弟他出人头地了。说着，他掏出了入职合同和工作证。不信你看，我二弟帮我找了份工作，那辆车也是他送我的。李萌萌带着疑惑扫了一眼入职合同，随后整个人都愣住了。这都是真的吗？编制内的银行工作，这是怎么做到的？随后，大哥便把事情的经过大概给阐述了一遍，这也让李萌萌看向我的目光发生了改变。嫂子，这辆车本来是送给我哥的，然后等你们结婚了，我再送你一辆，咱们这就去见一下叔叔阿姨吧。此刻的李萌萌还是恍惚，如同做梦了一样。你真的改邪归正了吗？毕竟以前我确实是造孽太深了，短时间让他真的难以相信啊。嫂子，接下来都交给我，婚事你们来谈，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总之现在咱们什么都不缺，就缺你们2个领证了。听到我如此笃定自信，李萌萌也是将信将疑。随后我们便一起来到了李萌萌家门口。进去后，她鼓起勇气朝房间喊了一声：“爸妈，大柱来看你们了。”这时，李萌萌的父母阴沉着脸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你带他回来干什么？我都说了，这件事没得商量。萌萌，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敢偷偷的和他去领证，那我们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陈美娟很是严肃的瞪着李萌萌，把她吓得立马不敢作声了。叔叔阿姨，你们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买房子的钱，求求你们再给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对萌萌好的。大哥说的很是诚恳，陈美娟却是一声冷笑。买房子的钱是全款吗？还不就是一个首付？我女儿嫁给你就要跟你一起还房贷，本来她一个独生子女，在家里毫无压力，凭什么要跟着你吃苦遭罪？大柱啊，你这孩子确实不错，老实本分，但是你给不了我女儿幸福的。叔叔是为了你好，你说你一个工地临时工，真要和我女儿结了婚，面对生活的压力，不光她会后悔，就连你也会崩溃。就是你们家的那个状况，还需要我说吗？一家子拖累就算了，你那个二弟更是不务正业，还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你但凡要是为我女儿考虑，都应该早点放手。他不懂事，难道你也不懂事吗？大哥听完这番话，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所有的底气都是来源于我这个二弟。
这时李萌萌坚定地抬起了头，然后拿出了大哥的工作证。爸妈，大柱找到工作了，银行编制内的，这是工作证，他明天就可以上班了。如果你们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核实。说着，李萌萌开着免提拨通了银行的电话。此时，她的父母全都一脸错愕，以为自己听错了，直到电话被接听。您好，小姐，这已经是您第3次打电话核实了，我刚刚都已经说清楚了呀。苦大柱，大王村人，35岁，今天刚办理的入职，属于正式编制，随时都可以上班。小姐，请问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电话那边传来了无奈的话语。谢谢你，我就是想再确定一下，抱歉给你添麻烦了。随着电话的挂断，李大同和陈美娟互相对视了一眼，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这是怎么回事？编制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之前怎么没听说他一个工地搬砖的，居然还有这本事？爸妈，是大柱的那个2弟，他改邪归正赚了不少钱，工作也是人家托人帮忙找的。说完，他看向了门口。18，你怎么还不进来？还是你来跟我爸他们解释吧，我说不清。随后，他便拉着大哥进了房间。你2弟那个臭小子造的孽，让他去解决吧，反正他也擅长对付我爸妈这样的人，折腾了咱们3年多，这回也该让他出点力了。说完，李萌萌把头轻轻地靠在了大哥的肩上，嘴角露出一丝幸福的笑容。客厅内，我扛着行李箱走了进来。叔叔阿姨好，过多的话我就不说了，您二老先看看我们苦家的诚意够不够。随即我直接打开了行李箱，瞬间呈现出满满一箱子崭新的钞票。这把李大同夫妇看得目瞪口呆，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李大同更是激动的直咳嗽。所以说这100万现钞所造成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别看网络上那些人动不动就月入100万，实际上现实中未必能拿得出10万现金。叔叔阿姨，这里是999999，算是订婚的彩礼了。随后我又从外面端来一盒黄金首饰，分量有点夸张，一条金项链都有拇指那么粗了。叔叔阿姨，说话间我深深的鞠了一躬。反应过来的李大同急忙把我扶了起来。你这孩子好端端的这是干什么？我满脸严肃认真的看着他。这都是应该的，当初我不懂事，连累了我哥和萌萌姐，这一次我是来补偿他们的，也感谢你们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也求叔叔阿姨能给我大哥一个机会。李大同叹了一口气，他们2个是打也打不散，骂也骂不离，我和你阿姨又怎么会真的忍心拆散他们呢？其实吧，我们这么做也是想鞭策一下你大哥，让他更加的努力上进。对，阿姨呀，就是想考验一下你大哥，毕竟谁不想自己的女儿嫁一户好人家呢？也希望你能理解。我微微一笑。叔叔阿姨，你们的心情我完全理解。那请问我大哥现在通过了你们的考验吗？这样吧，你别怪叔叔现实。如果你大哥今年能在市区全款把房子买下来，我这里的户口本他们随时拿去领证。闺女大了不中留，按照我的想法，哪怕是不嫁人，我也能养得起。但是说什么我也不会让我女儿受委屈。此时，李萌萌也刚好从房间出来，听到了这番话，她的眼眶瞬间。叔叔，我们现在就去市中心全款买房，希望你也能遵守诺言。李大同愣了一下，我李大同说话算话，你大哥今天要是真能把房子买了，那我双手奉上户口本，让他们2个马上领证。好，那就一言为定。说完，我便拨通了王超的电话。阿超，问你个事，现在滨州最好的楼盘是哪个？胡大哥，您是买来自己住吗？我在市中心有好几套装修好的房子，您要不嫌弃的话，我送您1套。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是我大哥大嫂准备结婚了，想买套好一点的婚房。这样啊，胡大哥，那您可以带着咱大哥去龙江湾看看，那边的房子不错。行，龙江湾是吧？我知道了。旁边的李大同夫妇听到龙江湾这3个字，眼睛都直了。那可是滨州出了名的江景豪宅，最便宜都要2万多一平，而且这个楼盘全是大户型，一套下来最少也要300-400万了。叔叔，您先把户口本准备好吧，我们马上回来。18，龙江湾那边的房价太贵了，我们还是……嫂子，今天你和我大哥只管领证，剩下的事全部交给我来安排。说完，我便带着大哥大嫂来到了龙江湾售楼部，2个女销售热情的迎了上来。这时，其中一个满脸惊讶的看着李萌萌：“萌萌，你怎么来了？”李萌萌愣了一下，随后一脸惊喜的说道：“张欣，你也在这里啊？你是在这里上班吗？”张欣有些得意的笑了笑：“对啊，我从单位离职之后就来这里卖房子了，这边赚得多呀，随便卖1套的提成都顶得上咱们以前半年的工资了。”萌萌，你也来看看户型。好，我马上过来。欣欣，我就要结婚了，今天就是过来看房子的。张欣愣了一下，随后有些不屑地瞥了苦大柱一眼。别开玩笑了，萌萌，那不是苦大柱吗？你说他要买房呀？你这傻女人，这么多年存的钱，该不会都给了他吧？那不然他哪来的钱买房？而且就算你把这些年的积蓄都给了他，估计还是付不起这边的首付。萌萌，你留点心，可别被他骗了。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大柱爱我，我也爱他，我们也快要修成正果了。不说这个了，遇到你真是太好了。我们买房当然要通过你来买呀，走，今天也让你赚一笔。张欣心中却是一声冷笑，他压根就不信苦大柱这个穷鬼买得起房，10有8九是来上厕所的，还在这里装模作样，这种人他见多了。你可算了吧，先看看你们的首付够不够，我可没打算赚你的钱，争取帮你找一个便宜点的户型吧。随后几人都来到了沙盘前，张欣故作大方地看向了他的同事刘薇。小薇呀，别说姐姐不照顾你这个新人哟，今天我老同学来买房，让给你了。刘薇听完瞬间大喜，谢谢欣姐。张欣看着刘薇嘿嘿一笑，仿佛在看一个傻子。随后刘薇很是卖力地给我们介绍最好的户型，这把旁边的张欣看得直叹气。小薇啊，你这样怎么会有成交率呢？给你机会你都不会把握，卖房也得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来推荐合适的户型呀，把那几套特价房给他们介绍一下吧。
萌萌，我们这边腰县层有一套特价房，价格便宜，才19000一平，就是光线差了点，你们算算首付够不够？我瞥了那个张星爷，随后指了指中心那栋小洋房。这栋楼还有现房吗？有的先生，这栋是楼王，价格要贵一点，而且带阳台花园。然而刘威还没介绍完，又被张星打断了。萌萌，要不你们看看这边顶楼这一套，这套也比较便宜。此时的我有些火大了。不用了，你就告诉我们这栋洋房里面有没有现房，多大面积？张欣听到后，很是不耐烦地看向了李萌萌。萌萌，这家伙谁啊？到底是你们买房还是他买？搞得好像他出钱一样。李萌萌微微一笑，没错，就是他出钱。星星，你就给我们挑一套差不多的，别那么贵。他是大柱的弟弟，现在出人头地了，打算给我们买套婚房。张欣冷冷地扫了我一眼。要洋房是吧？这里有一套197平的，而且是豪华装修。你要是能买，我给你计算一下。说着，他很是傲慢地拿出手机开始计算起来。旁边的李萌萌看得很是着急。18，咱们买套差不多的就行了。嫂子知道你赚了钱，但也不能这么大手大脚的。放心吧，嫂子。算好了，总房款571万，首付的话最少也要200万，所以首付够了吗？张欣满脸讥讽地看着我，语气中带着一丝挑衅。行，就这个户型，给我来2套，然后全款，去拟一下合同吧。张欣愣了一下，随后一声冷笑：哈哈，你是不是没听清楚？是500万，不是5万，还来2套？你说什么胡话呢？首付一套就要200万了。我也懒得搭理他，直接掏出银行卡递给了他的同事。小姐，密码6个8，拿去刷卡吧。我跟你同事太难沟通了。反应过来的刘威激动地接过了银行卡，急匆匆地朝柜台走去。张欣看到这一幕，却是哈哈大笑起来。这小姑娘真是一点社会阅历都没有，人家说什么她都信，迟早也得被那些穷鬼骗得团团转。然而他话音刚落，柜台那边就传来一声清脆的刷卡成功提示音，瞬间就把张欣给整蒙圈了。紧接着，刘威带着一个中年男子火急火燎地走了过来。反应过来的张欣急忙朝男子鞠了一躬：“吴经理好。”中年男子直接无视他，走到了我跟前。苦先生您好，我刚刚上了趟厕所，不知道您已经来了，实在是抱歉，王总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这边会给您安排最优惠最好的户型。不用了，吴经理，我都已经交款了。没事没事，苦先生，我这就给您安排优惠，一会把多余的钱给您打回去。小薇，重新计算一下，给苦先生打7折。随着他话音落下，女销售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可是开盘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啊！500多万变成了350多万，一套房子整整优惠了150多万。旁边的张欣更是彻底傻眼了，一个穷鬼突然买得起几百万的豪宅不说，居然还能得到总经理的亲自接待，还给出了史无前例的优惠。此刻他心中的震惊犹如1万匹野马在心头奔腾而过。苦先生，这是我个人能够给您申请到的最高优惠了，实在抱歉啊，您看这个折扣还满意吗？我微微一笑，吴经理，这个优惠就算了，我买东西也不喜欢优惠，我们还是全款吧。这还真不是我要装叉，而是不想因为这点钱吃了人家的人情。苦先生，您千万别多想，优惠下来的这点钱，我知道对您来说不值一提，但是王总已经打招呼了，您这样做我很难办啊。莫非苦先生您觉得我档次不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优惠我给您去了。说到这，吴经理叹了一口气，别，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行吧，这个优惠我要了，但是只能优惠1套，第2套就按正常价格走，千万不能再优惠了。吴经理瞬间喜笑颜开，好，感谢苦先生您给我这个面子。两人谈笑风生间，分分钟就是上百万的差价，这又一次把在场的人看傻眼了。总经理求着舔着要把优惠送出去，人家还不想要，这是什么鬼？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了。反应过来的张欣赶紧把合同拿了过来，笑呵呵地看着李萌萌。萌萌，还是你的命好啊，发达了还不忘记照顾我这个老同学，来，快把合同签了吧。张欣是吧？我记得你刚刚好像说过，这个单子算那个小姑娘的吧？张欣愣了一下，随后一脸求助地看着李萌萌。萌萌，你看这。吴经理似乎也看出来了什么，他狠狠地瞪了张欣一眼。没眼力劲的东西，你没听见苦先生的话吗？这个单子算小薇的，赶紧给我下去。经理，我……此时的张欣脸色就跟吃了翔一样难看，他哪里知道我们真的买得起，而且还是一次买2套最贵的户型，这笔提成可不是小数目。